进士房内，杨旭身前站着一个老奸巨猾的老太监，他手握环形刀，看着杨旭胯下，啧啧称奇。嘿，今天老奴长见识了，人挺小，家伙事儿却这么大，真是一件好宝贝。你不要过来啊！老太监的眼中闪过一丝寒光。不过来了进士房，再大的宝贝也得掐喽。此时老太监左手扶椅，右手攥刀，正一点点朝杨旭的大宝贝看去。杨旭目眦欲裂，他此时被绑得严严实实，手脚动弹不得，没法反抗。这万恶的穿越套路，怎么给我整到这进士房里来了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狗系统滚出来！你就叫吧，叫破喉咙也没有人管你。说话间，老太监手起刀落，杨旭紧要关头，双腿夹紧，疯狂扭动身体躲避攻击。哟，身法挺不错嘛！来人呐，摁住他！是公公。老实点，再不老实，我就给你捏碎。完了，全完了，我还是个处男啊！杨旭此时悲痛欲绝，别人的穿越都是一飞冲天，他的穿越是鸡飞蛋打。老太监见杨旭情绪激动，便开始安慰道：“嘿嘿嘿，你放心，我是出了名的快，这一刀下去，让你省去3000烦恼丝，多好啊！”系统，我去。检测到危险，激活最强太监系统。宿主每得到关键人物认可、重要人物认可、普通人物认可，就可以获得系统奖励，系统可以升级。你介绍个锤子，赶紧救老子！检测宿主遇到危险，启用新手无敌礼包。系统落下，杨旭的坤坤部位瞬间覆盖一层金钟罩。系统落下，杨旭的坤坤部位瞬间覆盖一层金钟罩。老太监环形刀切下去，却毫无反应。新手无敌礼包启动中，请宿主尽快解决危机。我的幸福保住了，没蛋玩意，还敢割你弟的大宝贝？恭喜宿主完成新手任务，奖励香水制作工序，香水1瓶。破系统，这什么奖励啊？让我穿越做太监，狗都不当，狗不当我当。正所谓360行，行行出状元，太监就要有个太监呀！3年内，我一定要成为皇帝大哥身边负重前行的那个男太监。香水制作工序，还有香水，只要运用恰当，把香水献给皇后、太后什么的，在这宫里混起来没一丝问题。毕竟皇嫂们都在等着我呢。进士房老太监和俩士兵正歪歪扭扭地倒在地上，杨旭正盘算要不要毁尸灭迹，下一秒系统就传来提示音：成功修改记忆，请宿主放心，醒来后他们只会记得已给宿主净过身。这还不错嘛，狗系统跟我到宫里转转。出了进士房，杨旭就在系统的带领下四处认路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尖细声音从身后传来：好俊俏的小东西，你是刚来的？杨旭闻声回过头，只见一位脸白的下人，身穿太监服的公公站在身后。这是进士房太监副总管魏公公，太监的二把手，负责小太监的去从。是的，公公，小的小婿子刚净身。不错不错，既然你净完身还活蹦乱跳，不如随我去长春宫伺候太后沐浴吧。公公，我才刚净完身，身体还不是。杨旭不傻，凭借他多年来古装剧的经验来看，此人绝逼不是什么好鸟，有好差事能轮到他，随即连忙婉拒。太后可是宫里有名的美人，伺候好了金颜更少不了。我看你是新人，才愿意把这个机会留给你。美人不管了，反正有狗系统帮忙，应该不会有危险。此时魏公公和杨旭已站在长春宫门口，眼前牌匾写着长春宫3个鎏金大字，进进出出的下人，高耸的宫殿，彰显这里主子的尊贵。这就是太后的宫殿吗？这里面的主人可是皇帝见了都得下跪的存在，我必须要把这条大腿抱紧了，不然这后宫内阴森诡谲，没有人护着，日后惹出祸来，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这过来的路上，凭借着对魏公公的跪舔，杨旭已经了解了不少宫中的事情和规矩，这其中就包括了即将要见到的太后。这太上皇死的时候，太后还不过20，如今正值虎狼之龄。若是待会儿帮太后排除苦闷之情，让她奋不顾身的爱上我。杨旭正想入非非，魏公公给门前婢女交代了几句，随后便转身离去，自始至终都没再看杨旭一眼。在他心中，杨旭已经死人。你就是小婿子吧？跟我进来吧。说完，太后的婢女便领着杨旭进入长春宫，两人交谈几句。杨旭知道此女名为顾有容，这顾有容大概是陪侍沐浴的婢女，所以穿着也很是清凉。杨旭就有一眼没一眼的看着，而这顾有容倒也没把杨旭当男人，而且杨旭模样俊俏，被他多看2眼，顾有容反而还有些羞涩。毕竟这后宫之内难得寻到一个威猛的男人，所以太监与婢女相濡以沫的剧情也是常有的事。走过小道，穿过长廊，就要到太后寝宫。顾有容低声告诫杨旭：太后正在沐浴，等会进去后什么都不要看。太后正在沐浴，等会进去后什么都不要看，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，一定要记好，一个差错，小心你的小命。说话间，太后寝宫外出一桶东西，近看才知是个小太监，几道鲜血淋漓的鞭子印在此人脸上。这太后有点狠啊！小婿子，别乱看，赶紧进去。刚入长春宫，满眼便是氤氲白雾，在这白雾深处传来莺莺燕语、娇声打闹以及水流溅落声。千万记着，别乱看，盯着自己脚尖。紧随脚步，穿过帷幕，掀开一层纱帐，杨旭眼前顿时豁然开朗。
狗公公诚不欺我，这太后果真人间尤物。在这浴室内，除了太后，还有3位服侍沐浴的婢女，她们肌肤细嫩，媚眼如丝，也是人间绝品。杨旭稍有失神，随后赶紧低头，他记得顾有容对他的叮嘱，正所谓色字头上一把刀，他得先保住狗命，才有机会享福。正思绪着，一道道婉转声音传入耳中。太后，您的皮肤真光润啊，小琴真是羡慕。是啊是啊，太后这身材是我见过最棒的，奴婢都眼馋了。太后，你这皮肤是怎么保养的？教教我们呗。不仅如此，水流划过白嫩，落入水中，迸溅声让他气血直冲脑海，柔衣抚过白玉，随之轻轻抚摸，脑海里都有画面了。杨旭忍不住又偷偷瞄了一眼，可就这一眼就被眼尖的太后看见了。放肆！你胆敢窥视哀家！随着哗啦啦水声，一道娇躯映出水面，太后美眸中带着杀意，盯着许久，感受到刺目神色，杨旭浑身汗毛炸起，心中紧张无比。卧槽，老子就偷看了0.0001秒，被发现了。他身上装监控了吗？不等杨旭反应，一旁的女侍卫眼眸冰冷，攥住杨旭手腕，随之制服。杀了！见如此情景，周围的人顿时幸灾乐祸起来，纷纷在一旁蛐蛐起来。太后拥有倾城之姿不假，但从没有人敢在浴室偷看。区一个刚来的小太监也敢窥凤体，这要是一个人伺候，岂不是敢觊上了？看着俩带刀女护卫向自己走来，杨旭没空想那些东西，当即扑通跪地。太后啊，小的死了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小的还未将神物献给太后，小的实在是不忍啊。闻言，太后一愣，但她的神情很快又恢复了冷冽。毕竟一个连坤坤都没有的东西，有什么神物？你把哀家当什么人了？这么容易就被你蛊惑？千真万确，此物名为寸寸愁肠，盈盈粉泪，别名香水。见太后这反应，杨旭知道他算是赌了一把。后宫嘛，最重要的是攻心。等等，你说此物名为寸寸愁肠，盈盈粉泪？正是。太后想起自己无数次孤枕难眠，粉泪打湿罗枕，然而这神物却能道清他心中所想，便多信了几分。你要是骗哀家怎么办？太后明鉴，此物乃琉璃打造，浸染墨色，小巧玲珑，易于携带，使用后倾倒万物，喷一次就可持续12时辰，保证您用了之后连去趟茅房都是芬香扑鼻。闻言，太后面带震惊，眼眸更是深深的好奇。如果刚才的8字触动了她的内心，那现在杨旭说的才真正引起了她的兴趣。要知道，即使是皇家用的也不过是极品丝绸打造的香囊，世上都没几人能用上用琉璃打造的物件，而且还能持续12个时辰，那确实是神物了。杨旭此话一出，不光太后，就连身边的小宫女，甚至是太监，眼眸都满是好奇。当然，也有不信的。真是会胡扯，为了保命，什么东西都能想出来。要我说，就该乱棍打死，扔出去喂狗。杨旭瞥了一眼，是长春宫的李公公，权力很大，不过在他的小本本上已经记下一笔，以后再跟他好好算账。小的所说千真万确，如若有假，小的愿受千刀万剐。出于对香水的好奇，他才正视杨旭，突然发觉小太监模样俊俏，眼中冰冷再次散去几分。哀家先饶你一命，那你说的神物现在何处？杨旭勉强抬起头和太后目光对视，顿时被这美丽的容颜再次触动。只是杨旭不敢做多想法，急忙回答：回太后，如此神物我没敢带在身上，请容许我去取来。好，有容，你跟着他。你若敢骗哀家，哀家定会让你经受酷刑折磨。不会，此物一定让太后满意的。杨旭大口呼吸殿外新鲜空气，满心庆幸刚才没有拔在那殿内。果然被那个魏公公坑了，服侍太后哪里是好差事，瞄一眼就要我小命，妥妥的钓鱼执法。幸亏他是挂逼，要是平常小太监早就死了。不过那个魏公公也说对一点，太后真是人间尤物，得想办法和太后亲近，日后一定能帮我。稍作休整，杨旭便和顾有容回到净室房。顾姐姐，稍等片刻，我去拿香水。顾有容点点头，倒也不怕杨旭能逃走，毕竟这里是皇宫内外，那些大内侍卫都难逃，更何况杨旭这没家伙似的。杨旭进到一无人屋子，便调用系统，后者很快凭空变换出一瓶墨黑色的香水出来，仅仅是拿在手中，便已经散发出一股幽暗香味，仿佛带着无尽哀怨，别人一闻就会心生爱怜之心。顾姐姐，东西拿上了，我们回吧。前方家人闻言，急忙转身，胸前衣服甩出惊人弧度，让杨旭目瞪口呆，怦然心动。他可是要征服后宫的太监王，自然不能错过任何一位绝品。再者，征服一个女人就可以得到系统奖励，征服侍女不比征服太后简单。反正她是太监，谁会怀疑一个太监有那个心思呢？不出意外，不论是香水精致包装，还是缭绕的幽香，都让顾有容双眼放光。小旭子，这就是你所说的寸寸愁肠，盈盈粉泪，好香啊！对，此物就是我要献给太后的礼物，不如交给顾姐姐看管吧。顾有容作为选秀进宫的宫女，颜值最差也抵得过选美冠军级别，而且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更何况女孩子天生就无法抵御化妆品的诱惑，所以顾有容听到可以交由自己保管，瞬间就卸下防备，赶紧接过拿在手中欣赏起来。顾姐姐，可想试试此物？不行，这是献给太后的，我岂敢妄想。虽然顾有容一心拒绝，但杨旭是谁啊？两世为人，忽悠个小姑娘还不顺手的事。顾姐姐，你要忠心太后的话，愿意为太后提前试毒吗？杨旭指了指顾有容手里的香水，言语中的暗示懂得都懂。听杨旭这么说，一旁的顾有容顿时纠结了起来，思索再三后，他还是决定试一试。那我来试试吧。听闻家人坚定声音，杨旭心中一喜，征服之路已经踏出了第一步。那我为姑娘涂抹吧。顾姐姐，我定然没有其他想法，
这涂抹之法我教给你，正好到时就有姑娘来为太后掩饰，而且我这性别也不合适，对吧？杨旭这么一说，顾有容也顾不上其他的什么了，能为太后掩饰，那可是万分荣幸的事情。见顾有容同意，杨旭拉紧顾有容，把手上香水涂抹到佳人柔里，轻轻搓揉，顿时香气四溢。啊，这个地方也要涂抹吗？顾有容双手面色潮红，眼神慌乱。当然，只有均匀涂抹才能发挥香水最大的效果。顾姐姐，你也不想到仕途的不好被太后责怪吧？杨旭凝重地看着顾有容，他的话如恶魔低语般在顾有容耳边萦绕。那好吧。顾姐姐，是否香味缭绕不散？香味持久不散，真是太神奇了。顾有容声如细纹，虽心怀羞涩，不过注意全被周身缭绕的香气吸引了。天哪，小旭子，你这香水太厉害了吧！太后一定会喜欢的。说着，顾有容又狠狠嗅一口周身幽香，感觉整个人都沉浸在香气包围里，满心惊喜。那这些我就放心了，我还担心太后会看不上。哪会，这瓶子一看都是上等琉璃，恐怕只有圣上才有一两件，太后是没有的。顾有容是太后贴身侍女，自然知道长春宫一件上等琉璃都没有，普通琉璃物件倒是有一二，不过满是瑕疵，和手中的这抹黑色琉璃瓶一比，那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二人回到长春宫，太后早已在凤榻等候，身穿霓裳的她尽显高贵妩媚。杨旭就看了一眼，就心驰神往，忍不住胡思乱想。小旭子，神物带来了吗？回太后，带来了。顾有容连忙上前，小心献上香水。太后，奴婢方才试过了，无毒。太后满眼火热，且不说带着幽香的香水，仅是精致的包装，就让太后爱不释手。墨黑色的瓶身，玻璃材质打造而成，灯光下反射着耀眼光芒。在这个不知名的古时朝代，连满是气泡的琉璃都视如珍宝，更何况是这现代生产的香水呢？不错，确实西域上等琉璃打造，可称神物。太后欣喜无比，香鼻嗅了一口旁边佳人，顿时满是陶醉。显然顾有容身上散发的香水味正合她胃口。小旭子，此神物如何使用？小旭子，此神物如何使用？太后，小旭子为了不冲撞太后，方才就把使用之法交给了我。旁边顾有容连忙解释，杨旭则老老实实站在原地，目光紧盯脚尖，先当孙子再当爷。太后可是后宫老大，现在肯定不是他能碰的。哦，小旭子长记性了，不错。太后夸赞杨旭一句，脸色满意不少，他就喜欢识趣的下人。太后，奴婢给您涂抹香水吧。顾有容自荐，毕竟他也想享受一番香水扑鼻的美妙。准。太后应允，随之帷幕拉上，只听到太后以及旁边侍女的阵阵惊呼：太神奇了吧！太后您浑身都是香的，奴婢都不自觉想靠近。天哪，香水太厉害了，小雅都陶醉了，恨不得躺在太后怀里。这神物必须都是太后的，等会儿就问问小旭子还有没有。片刻之后，帷幕终于拉开，露出几道绝色身影，特别是其中那位侍女，香气扑鼻。此时肉眼可见太后满面春风，笑得合不拢嘴，显然对香水十分满意。小旭子，哀家问你，这香水你还有吗？太后这一问，正好是杨旭想要听的。杨旭心中一喜，回太后，香水我只有一瓶，但我知道制作香水之法，不仅可以制作玫瑰香、茉莉香，甚至古龙香都可以。不过香水制作极其复杂，小的需要人手和时间。杨旭虽然一脸真诚，但心中也留了一手。他故意把香水制造说得很麻烦，还要一些人手。如果太后不傻，肯定会给他一个职位。好，那给本宫准备多一些茉莉香的。既然你要人手，现在我就留你在我长春宫做侍监了。太后欣赏地看着杨旭，在她看来，杨旭不仅仅是才华这么简单，这香水若是真能复刻，那在皇上乃至后宫嫔妃面前，他都能够扬眉吐气一回了。此人模样帅气，只可惜身子不行了，不然哀家真可以。谢太后，奴才必定竭尽全力研究香水，早日让太后用上各种香味的香水，艳绝后宫。本宫孤家寡人，艳绝后宫，又能有谁欣赏呢？奴才该死，请太后责罚奴才。退下吧，香水之事务必尽心尽力，出了纰漏，本宫饶不了你。谢太后。yes 老弟儿，太对了哥太对了。杨旭心中激动无比，虽然这关目前还不大，不过宰相门前四品官，宫里也一样。他这个长春宫太监头子不比太监总管要差。小旭子，你这次讨太后喜欢，往后可要多想着我呢。顾姐姐，您这什么话？没有顾姐姐的照顾，我恐怕现在已经不在这里了。顾有容被杨旭看得有些羞涩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感觉这杨旭跟别的太监不一样。至于哪里不一样，他也不得而知。离开了太后寝宫，顾有容便领着杨旭去太监的住所。几个太监大老远就看到杨旭过来了，一个个都露出谄媚的笑容，好似几条哈巴狗。杨公公，您刚才在太后面前真是机智聪明，而且您手中的香水真是神物，不知晓得能否有幸与杨公公共事。小李子，使不得。杨旭一边说，一边伸手掂量着手里的白银。啊，懂得。说着，又往杨旭手里塞过去一张银票。李公公虽然肉疼的死，但是现在这杨旭可是太后跟前的小红人了，花这些钱不亏。哎呀，小李子，看你这么有孝心，刚才你在太后浴室里议论我的事情，我就既往不咎了。不过我们这个行为是不是教训会受贿啊？哪能呢？杨公公刚进宫中，饮食起居都要用到钱，这要是杨公公过得不好，那不是我们这些做小的的无能吗？我们这是孝敬老人家您呀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勉为其难吧。这宦官的马屁确实拍得也太舒服了。见如此情形，一旁的众小太监也开始纷纷效仿李公公，疯狂地给杨旭塞银票。不一会儿功夫，手上的银两衣兜里都已经装不下了。
小旭子，以后你就住这里了，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跟这里的小太监说，他们会帮你的。那顾姐姐住哪里？我要是以后有不懂的，也好找顾姐姐促膝长谈呀。我能教你什么？以后小旭子有新研发的香水，我想顾姐姐都帮我试试，别人我都信不过，就信顾姐姐。顾有容心跳加速，被杨旭这样搂着，整个人都酥了。你先收拾，下次我再来看你。顾有容走后，杨旭便躺在床上，一帮想要讨好处的太监就进进出出他的房间，这身份上去了就是不一样。杨旭也不用做活，每天闲着没事就拿出分发的太监守则，上面记载着后宫的规矩、禁忌，包括对整个皇朝都有所描述。简单点说，这后宫的关系错综复杂，每个妃子背后都有强大背景，他们相互勾心斗角，不是今天我搞你，就是明天你搞我。而且当今圣上那方面不行，始终无法诞下子嗣，只能过继王爷的孩子作为皇子，这就让后宫势力更加复杂，这也是令杨旭为难的地方。怪不得这搞的太监们也尔虞我诈，这日子你们爱谁过谁过，我就替你们安抚后宫就是了。反正只要他把香水弄好，绝对混得风生水起，女人、金钱一样都少不了。经过系统的帮忙，杨旭的香水味调味已经炉火纯青，不仅普通的香味能够轻松调制，而且也开始了复合的香味，例如前调、中调、后调的香味。接下来就得请顾姐姐来帮忙试香了。半个月后，杨旭把能想到的香味都做了个遍。一开始还只有顾有容一个人来试香，到后面就是顾有容带着她的小姐妹们一起来试香。更过分的是，一些小太监也偷偷摸摸的来给自己来上一盆，能美上一整天。而杨旭能制香水这一说法更是传得三宫六院都知道。一些嫔妃为了争宠，更是托人来求香。可杨旭哪有这个狗胆敢随意把香水送出去？那岂不是让太后丢脸？不过在此过程中，最受益的还是顾有容，因为他跟杨旭走得近的远，不少人都巴结他，想让他带着一起来蹭香。日子久了，顾有容对杨旭也有了好感。最近几天，每次见到杨旭就一阵唉声叹气，真是可惜了，要是小旭子还是个男儿身就好了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杨旭都会嘿嘿一笑，深藏功与名。恭喜宿主与角色顾有容绑定制有关系，恭喜获得豪华家庭医药箱一个。医药箱，杨旭打开医药箱，很快就看到里面琳琅满目的消炎液、感冒药，最重要的是还有满满的一排各类抗生素。抗生素可是好东西啊，古时候风寒、痢疾可是重病，抗生素在这个时代简直堪称神药。宿主可以根据病情进行自主配药，药品将在一定时间内刷新，还自带刷新。我的个乖乖，系统我爱你。杨旭正跟系统深情表白，就听到屋外传来顾有容的声音：“小旭子，小旭子，你在吗？”顾姐姐，有什么事？杨旭回应一声，刚走出屋门，就看到顾有容脸色慌张的打来：“你赶紧跟我一道去请太医。”怎么了？大皇子落水感染风寒，现在太后跟皇上都赶过去了。太后临走前让我们去请太医。真的？还有这好事？好事？哦，不是，我是说这种事何须请太医？我有妙方。你别开玩笑，那可是大皇子。你信我的就是。今天要是领赏，咱们一人一半。你要是闯祸，我岂不是陪着你一起归西？你放心，出事我一个人顶着。这是皇后寝宫，此时大皇子正躺在里面，皇帝、皇后、妃嫔以及太后等人都焦急地守在门口。有容，我让你们去请个太医呢。我母后不必了，宫里最好的太医都在里面了，一个个说法不都一样？皇上也别着急，当心龙体，大皇子一定吉人天相。孙太医，王儿怎么样？回皇上，我已为大皇子治疗过，接下来就要看大皇子能否撑过今晚了，否则……混账！请皇上息怒。这养你们是干什么的？一个风寒都治不好，都是一群废物。太后静安，大皇子的病可否让小的试试？这太监不会是疯了吧？那可是风寒啊！我们都巴不得赶紧跑路。这太监不愧是太监，连送死都赶得这么急。这位是？这是我宫里的侍监。小旭子，你说说，你可有什么妙方？回太后，我老家有一偏方，治疗风寒特别灵验，所以小的斗胆给大皇子救治。杨旭不着痕迹环视一周，在场众人无不悲伤，仿佛大皇子已经归西。人群里，杨旭还发现一个熟人，正是把他坑到长春宫的魏公公，脸上也满是悲戚。一阵急促咳嗽声突然从卧榻传出，顿时引起一片关心。皇儿，你怎么样？乖皇孙，不要怕，奶奶在这里。皇上，不如就让这位小旭子试试吧。既然你有妙方，那就让你来吧。若是有误，朕就让你给大皇子一起陪葬。都说伴君如伴虎，我这帮忙还得送人头吗？不远处的顾有容吓得不轻，生怕杨旭因此殒命。但金眼已开，大皇子不救也得救，否则就是欺君之罪，同样是死。杨旭挺直腰身，打量着眼前的皇上，原本想气势豪迈的对一下皇帝老，可下一秒，杨旭瞳孔猛地一缩。我靠，这位皇上兵机玉肤，胸肌发达，看上去天赋异禀啊！皇帝难不成是个女的？你看着我干什么？是心虚了吗？回皇上，我只是在盘算如何给大皇子对症下药。毕竟大皇子服用了我的药，只需半个时辰，大皇子病情就会好转。然而还不等杨旭继续说，下方一位太医便冷哼了起来。可笑至极，区区一毛头小子，竟敢声称自己有神药！我等从医几十年，从未听过所谓医治风寒的神药。远处一直没说话的魏公公也被杨旭的话气乐。别让庸人害了大皇子啊！魏公公何出此言？回皇上，
这每个太监净身入宫，我都了解过他们的身份。这小婿子世代为农，从未有过医者，手中有神药不可靠啊！他只是贱命一条，怕是要加害大皇子啊！魏公公满脸假惺惺，他虽然惊讶杨旭没死在长春宫，还当上了长春宫的太监头子，但此刻他的任务是不能有变故。大皇子必须死，好不容易才让大皇子感染了急性风寒，怎能出现变数？只要这事成了，他就能成为京师房大总管。见魏公公狗急跳墙的模样，杨旭嘴角微扬。魏公公，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您没见过的事情多了去。我世代为农，但却掌握着香水制造法，难道这是农民可以弄出来的？这老玻璃不对劲，皮燕子大大地坏啊！皇上，小婿子拿性命做担保，如果大皇子半个时辰没有好转，可立刻将我斩首。呵呵，你的一条狗命值什么？能和大皇子比？就在这时，太后猛拍案决定，威严迸发，一时间殿内鸦雀无声。都别议论了，就让小婿子试一试。小婿子，大皇子就交给你了。若半个时辰病情没有好转，我必定取你首级。杨旭不再多言，直接从豪华家庭医药箱里拿出一些消炎药、退烧药、感冒药、止咳糖浆等等，问侍女拿一碗温水。在旁人看来，杨旭手中的丹药都长相奇特，红色、白色、蓝色，还有一些汤药一样的东西。刚才表现得很好，这小婿子五颜六色的丹药，怕是要拿大皇子试药了。这小婿子就是一介农夫，太后也敢让他用药，真的是活腻歪了。去拿2炷香。很快，小太监拿来2炷香，燃烧2炷香刚好半个时辰。只是这香却比正常的香药短不少，一会就燃烧了好大一截。这狗太监又想坑小爷，等会有你好受的。此时大皇子病情并无好转，仍然处于昏迷，众人也仿佛看到杨旭接下来被乱棍打死的场景。小婿子可千万不要出事啊！大皇子一定要好起来呀！最后一点香灰落地，不等杨旭开口，魏公公和皇后相视而笑，似乎期待已久的事情终于得愿以偿。启禀皇上，这半个时辰已过，大皇子仍旧没有苏醒。我看这小婿子怕是邀功心切，耽误了大皇子的病情啊！唉，请皇上定夺。就在皇上犹豫不决之时，杨旭在不远处大笑出声，他实在是憋不住了。皇帝不急太监急，魏公公您这么着急着送我归西，是怕大皇子病好了邀功吗？你不要胡说八道。哦，难不成魏公公觉得我本来就办不成事儿，一面这样能除了我，一面还能害了大皇子，一石二鸟不成？皇上，您可要为老奴做主啊！这小婿子已经疯了，胡言乱语。都住嘴！大皇子如今什么病情岂是你魏公公说了算的？这小婿子就算是死，我也敬佩他能在万人之中站出来，这说明他救主心切，这是忠心。听到皇帝老儿这么评价自己，杨旭心里一暖。只是这话虽然好听，但是若是治不好皇子，自己只怕也是难逃一死。周太医，你来替大皇子看看病情如何了。是，皇上。可还不等那太医上前，一旁的大皇子就开口了：父皇，我可……要知道，自打落水，大皇子就高烧不退，连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。可就在杨旭用药后的半个时辰不到，这大皇子竟然奇迹的清醒了。太好了，小婿子没事。人们震惊了，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杨旭。皇上，大皇子风寒已经好了大半，后续只需调养即可。谁能想到，一个小太监头子能治疗所有太医都束手无策的急性风寒？饶是当今皇帝都一脸惊叹，满是不可思议。小婿子，这次你立了大功，说你要什么奖励？太后美目里满是欣赏，满是成熟韵味的俏脸上带着勾人的笑。小婿子护主心切，本宫回去也会重赏你。你有什么需求，大可以告诉皇上。对呀，大皇子这次转危为安，小婿子居首功。此时大殿里，魏公公跟只鹌鹑一样不断发呆，因为杨旭此刻正不怀好意的看着他笑。就在上一刻，自己还不知死活的跟他对着干，这要是在皇上面前刺死自己，那还不是分分钟的事。现在杨旭根本无心关心魏公公，他眼前出现了系统提示：恭喜宿主成功将太后攻略提升到了心腹级别。恭喜宿主成功将皇上攻略等级提升到了相识级别。系统提示：攻略等级分为陌生、相识、心腹、恋人、知己、夫妻、生死之交。达到夫妻等级，将会有意外奖励出现哟。这太监系统怕不是脑子有问题吧？你一个太监系统搞个夫妻等级，是让我犯规吗？不过和皇帝达到夫妻等级，算了，我还是攻略太后比较保险。皇上虽然骨骼清奇，但毕竟是个男人，我还不太喜欢难上加难。回皇上，今天小婿子之所以敢于用药，一切都归功于太后平时对我的细心教导。若不是她鼓励我搞科研、做研发，我今天定然是没有这个机会救下大皇子的。此言一出，不仅在场的奴婢、太监们懵逼了，就连一旁的皇后、皇上也都一起蒙圈了。这小婿子当初还真是差点看走眼了，这小子居然对我如此厚道，想当初我竟然差点因为他看了我一眼，身子就要杀了他。如此有勇有谋之人，日后必有大用。恭喜宿主，恭喜宿主，成功将太后攻略提升到了恋人级别。我靠，太后攻略等级提升这么快！太后满面笑意，她听到的马屁太多，
早就习惯，但听到杨旭的马屁，他心中却莫名的很开心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赏长春宫东海夜明珠1枚，西域上等琉璃1座，侍女50，太监50，增设副侍，黄金1000两，布匹1000尺。谢皇上，谢皇上，谢皇上。领完口谕，太后起身看向杨旭的目光也更加柔和，甚至都有些出水的感觉。小旭子，今天回宫，我想让你陪我沐浴更衣。太后，我怕小旭子忍不住碍了您的眼。别人不行，但你是例外。哎，这攻略等级是真的。此时大殿之下一片其乐融融，唯独这个魏公公吓得不轻，在这种场合甚至巴不得自己能够人间蒸发。魏公公，我看刚才你也挺积极的，你不给大家讲2句？哼。难不成这位公公是皇后的人？不应该啊！皇后刚才不是极力推荐我去救人，这位公公极力给我使绊子吗？这2人是唱双簧呢。果然，就在杨旭思绪间，皇后走出来对皇上求情。回皇上，臣妾认为魏公公也是担心大皇子的安危，毕竟小旭子的实力，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，他也是怕此事出了纰漏，这才有失体统。刚才关注点都在大皇子身上，这会儿看着这皇后的模样，也是极品中的极品，五官精致，眉不点儿美，脸部粉而妖，两瓣红唇更是让人浮想联翩。不愧是皇后。大皇子已经在病愈，魏公公的选择也并无错误。今天就这样吧。谢主隆恩，谢主隆恩，谢主隆恩。小旭子，你给我等着。小旭子，你今天给大皇子服下的丹药是从哪里来的？回太后，这些丹药都是根据我家祖传秘方炼制的，只是此药极难炼制，需要机缘和精力，我耗费多年时间才炼制出这些。这样，那岂不是很珍贵？杨旭知道今天这些丹药肯定会引起所有人的觊觎。太后，大皇子能够得以痊愈是我们这些做奴才的荣幸，且不说这些丹药珍贵了，太后若是需要，我同样会毫不犹豫的给您。只是这丹药需要特殊的配比，非常人所能驾驭，否则一粒小药丸就足以杀人，所以奴才不敢妄为。如此这般，那以后哀家的身子可要劳您多些照料了。太后，您万福金安，怎么会生病呢？就你小嘴甜，如今你身为长春宫副侍，身边没有人给你使唤，怎么行呢？小晴、小倩，奴婢在，奴婢在。你们以后就跟着小旭子吧。是太后。谢太后，我去一下子给我安排2个美女，攻略等级提升，果然奖励也变丰厚了。哀家听说你最近还研发出了新的香水，而且还和有容研制了新的涂抹手法，不如今日就让你来给本宫试试。这奴才可以吗？我靠，那可是我借机揩油顾姐姐才想出来的办法，没想到她全告诉太后了。你已是阉人，哀家又何须避讳呢？再说了，有容说你的香水涂抹下来还有安神静气的功效，哀家早就想试试了。从浴室出来，太后移驾到寝宫，收拾完毕之后，顾有容走在寝宫外。太后叫你进去，小旭子，你可要注意力道，可别伤着太后。顾姐姐，你别误会，我一定快去快回。我误会什么？好了，快进去。杨旭进入寝宫后，太后正躺在自己的床上，不等太后说话，杨旭一招娴熟的手法上去，顿时让太后这一段时间以来的疲惫瞬间得到释放，整个人都进入了贤者时间。小旭子，你这抹香的手法好是独特。回太后，小旭子其实对顾姐姐还是有所保留，今天我便将这绝招施展于太后身上，给太后解解乏。太荣幸了。这里不好看，我就替大家略过。太后，抹香已经结束了，奴才先行告退，请太后好生歇息。刚出寝宫，小旭子便被顾有容拉着。小旭子，太后有没有为难你？顾姐姐，想知道吗？要不随我回屋，我们促膝长谈。你还是快回吧，现在你身边也有使唤的小姐妹了，你可要好好对她们，如果她们跟我告状，我可饶不了你。得嘞。此时太极宫内，大夏皇帝每走一步，龙袍便缓缓脱落一分。当他来到浴池处时，身上只剩一件单衣，露出羊脂一般的肌肤。今日这个小太监着实有趣，世代为农，竟然掌握香水和神药。回陛下，经过调查，杨旭确实世代为农，因为灾年家中实在没粮，才把他送入到宫中。侍女一边认真回答，一边轻轻褪去皇帝身上最后一件单衣。氤氲白雾中，皇帝身姿半隐半现，眼前的大夏的皇帝分明是个女人，只不过这个秘密一直被隐瞒着，除了几个贴身侍女，宫中没有一人知道这权倾天下的皇帝竟是一个女儿身。你派人暗中观察杨旭，看他究竟是什么底子。是，陛下。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？大皇子突然重症，最后竟让一个小太监逆转了局面。皇后殿下，奴才也没想到这小太监居然真有神药。你们派人去试探他一下，必要的话，从他身边的侍女下手，教教他宫中的规矩。奴才明白。这会儿魏公公阴恻恻一笑，这小旭子刚进到宫中就给他惹这么多麻烦，现在皇后要动他，他自然是巴不得。小倩，你们都过来一下。这几日下来，
杨旭都一直刻苦钻研系统给他的各式各样的方剂和丹药。经过这几天的威逼利诱，小晴和小倩已经成功被杨旭攻略到了恋人级别，已经和太后一个档次了。这些天这俩丫头看他的眼神都有些许不对劲，总感觉有些拉丝。要不是他们不知道杨旭还保有男儿身，恐怕早就投怀送抱了。杨公公，杨公公，哎，快坐快坐，你们有什么事吗？小晴和小倩对视一眼，脸上笑容洋溢不住。这些天下来，他们没想到自己主子这么好说话，一点架子都没有，就跟多年不见的恋人一样，对他们嘘寒问暖。有新的香水样品也第一时间给他们试验。每天除了给主子端茶送水，日子落得清闲得很。杨大哥，可以赐我们1滴香水吗？只要1滴就行。现在香水在整个宫里都传开了，我那些小姐妹都想要拿样品尝试。我当是什么呢？小样你们1人1瓶。真的吗？这香水现在不仅宫中人人知晓，就连朝廷内外都开始议论起来。一些王爷大臣也开始拖着关系找到杨旭这里，让他能够给些出去。价钱不是问题，可眼下赚钱是小事，这万一惹着了太后，那可是大事了。不过给顾有容、小晴、小倩他们一些小样还是无伤大雅的，毕竟之后杨旭还得研发新品。这第1代的香水就好比花露水，第2代的香水就好比劣质地摊货，这第3代的香水才是稍微有一些奢侈品的味道，但依旧不够。所以杨旭也做好了打算，往后那些初级的香水送了也就送了，但这高端的产品必须要给太后留着，独宠家人。杨公公，我选好了。杨公公，我也选好了。那个，你们以后别叫我杨公公了，那叫什么？叫老公。老公。哎，好，真好。看到杨旭满意的样子，小晴和小倩虽然觉得这称呼有些古怪，但也没有多想。主子的命令大于天，更何况杨旭刚刚送完他们小样，这可是除了太后和顾姐姐之后最大的殊荣了。眼下香水是有市无价，他们若是转卖1两黄金，说不定也有人收。所以两女拿着香水视若珍宝。切记，这香水你们可自己用，给姐妹用，但不得售卖他人。不是我不贪财，而是我们给太后做事，不能让她老人家寒了心。谢谢老公提醒。听着两人一声声的老公，杨旭都不能自拔了，得找机会让他们知道我的正身。恭喜宿主激活攻略人物，请在2天内与小晴、小倩达成知己等级，攻略成功奖励基础口红配方。我勒个道，正愁着这以后香水到达瓶颈应该怎么办，这下太后的新品有掌握了。杨旭激动地跳起来，拉着小晴和小倩就一人一口。太好了，我又想到一个新配方。小晴和小倩两人被杨旭突如其来的一吻惹得方心大乱，他们先是一惊，随后两人相视一眼，娇羞地低下头。小倩，刚刚老公是不是亲我们了？真是难为情，要是老公还是个完整的男人，那该多好啊。这天是例行小太监们集体入宫的日子，不少大太监按照惯例都回来到金氏房门口，等着小太监们给自己上供。身为副氏的杨旭自然不能放过这个机会，不过他的目标不是小太监，而是那些坑人的大太监。哪儿来的小太监，在这干嘛的？哎呦，我东西掉了。杨旭不着痕迹地把腰牌丢在了地上，一旁的太监瞥见杨旭那腰牌后，顿时双眼瞪得老大，害得身躯一抖。原来您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公公啊！奴才该死，我来捡。太监赶忙捡起杨旭的腰牌，用袖口使劲擦了擦，随后把腰牌递给杨旭，顺便把一锭银子丢入杨旭袖子里。另外一个大太监一看，也赶忙低头哈腰起来，也顺便将一锭银子丢入杨旭的袖子里。一见这情形，周围的几个大太监也纷纷效仿了起来。短短几分钟内，杨旭袖口里就有了几十两银子，让他心里是乐开了花。有钱不赚王八蛋，要光靠俸禄，估计1-2年都没今天赚得多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泼妇骂街的声音响起：“都干什么？赶紧排好队，一个个把钱放到老娘面前，不然我就让旺财咬你们一口！”原本围在杨旭身边的太监们看到巨型犬，脸色一变，急忙老老实实站好。哎，你这个面孔有些生啊！新来的见到本姑娘怎么不来迎接？你说我区一个副使而已，把你刚才收的银子都交出来，再给我上交50两白银，否则我告发到皇后娘娘那里，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这位姐姐，你要钱要的未免太过于明目张胆了些吧？对呀，你要是不满意，我可以放狗咬你。杨公公，这位可是皇后的贴身宫女酸菜花，她还是魏公公的姘头，赶紧求饶吧，说不定下场还会好点。就是啊，这个酸菜花我们都惹不起，之前就有小太监不小心挡住了他的路，结果就被他放狗活生生咬死，最后尸体直接被扔到井里。魏公公的人，小爷我揍的就是魏公公的人。呵呵，我给你钱也可以，不过你得给我洗1个月内裤，我就给你。听到杨旭这么一说，原本还在劝说的太监们顿时吓得躲在一旁，生怕跟杨旭沾上关系。我看你是找死！下一刻，酸菜花松开狗绳，指着杨旭大喊：“旺财，给我上，给我狠狠教训这个没长眼的东西！”杨旭的嘴角扬起了一抹冷笑，拿出香水对着大狗顿喷。那大狗先是一愣，随即两眼通红，疼得吱呀乱叫。你对我的狗做什么了？
他可是皇后娘娘的爱眷。自己没拉好狗绳扑向我，怪我喽。还好是我这样的有礼貌的好青年啊！这要是遇上一个身手了得的高手，那你这狗恐怕也只能清蒸红烧喽。此时原本战战兢兢的那些太监们，看到杨旭精彩的应对之后，顿时都露出了崇拜的眼光。不愧是太后身边的红人，危急关头处之泰然。我们没有跟错人，往后我们太监圈有靠山了，不用再受魏公公的欺负了。别高兴得太早，那狗缓过来了。旺财别怕，面前这个死阴阳人给我狠狠的咬。检测到有宠物威胁宿主安全，激活一键绝育功能。来得好不如赶得巧，今天我就让你这条大狗省去3宫6院的烦恼。只见旺财得到酸菜花的授意，瞬间朝杨旭扑了过来。杨公公，快躲开了！一条傻狗还需要躲？发动！只见旺财凶猛地冲向杨旭，杨旭一个低头，随即找准目标，照着旺财伸手一道金光。下一秒，旺财只感觉腿下一凉，一副不好的感觉涌上心头，随之而来的便是一阵委屈和后悔的哀嚎，随即头也不回的飞奔出去，再也不回来了。区小狗，简简单单。杨公公您身手了得，狗都怕你。杨公公霸气外露啊，我被楷模。你对旺财做了什么？今天旺财也太反常了，一向都是咬人不松嘴，这家伙竟然直接跑了。也没啥，我就是帮他做了点好事，以绝后患。你想干嘛？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呢，你回去告诉你魏公公，就说是我小旭子做的，有什么事儿让他来找我。行，你给我等着。皇上，杨旭此人古灵精怪，的确是捣团出不少稀奇古怪的东西。这小子天资聪颖，怎么会只是当一个小太监呢？看样子朕要亲自出马试探他一番，若是他身怀武功，朕立马就可以把他关入大牢。陛下万万不可以身犯险，若此人实力高强，皇上岂不是以身犯险？无妨。杨旭刚进入长春宫，早已等候多时的顾有容急忙走过来。小旭子，太后在里面等你。谢谢顾姐姐。见杨旭走近，顾有容压低声音提醒他，太后好像有点不开心。这么快就告状了？一条公狗而已，不至于吧？我知道了。刚进门，太后满是冰冷的声音便响起：小旭子，你可知你今日冲撞的是谁？回太后，奴才只是教训了一条狗而已。混账！皇后都把话带到我这里了，说你把她旺财给阉了，还当着宫女太监们的面羞辱她的宫女。我虽然惯着你，但是你这样出去惹是生非可不行。是奴才知罪。这次就算了，下不为例，知道了吗？杨旭很清楚，这种小事太后根本不会把他怎么样，毕竟现在香水风靡整个后宫，他是很清楚的。谢太后宽容大量，不过皇后娘娘纵容她下面的宫女带着狗让我们交保护费的事，您可知晓？还有这事儿？我是不是说了不利于团结的事？奴才方才是妄言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小旭子，尽管说，本宫替你做主。杨旭借竿往上爬，很快就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复述了一遍，顺便还添油加醋的说酸菜花要挟他每月都要上过500两，否则就要他狗命。只见太后脸越听越绿，整个人一拍子，蹭的从座位上站起来。这皇后好大的胆子，敢欺负我太后的人，纵容下人作威作福。小旭子，明日一早你随我去皇后那，我倒要看看是哪个狗奴才这么不长眼。是太后，太好了，魏公公是吧？酸菜花是吧？老子现在都让你们知道，老子杨旭不是你们随便能碰的。从宫里出来，已经是夜色如墨，跟顾姐姐缠绵的打情骂俏了一番之后，杨旭便回到了自己的住所。刚进屋，小倩就备好了饭菜，甜着嗓子喊道：“老公，你回来了。”真乖，快让老公抱抱。遵命，老公。说完，两女就体贴的朝着杨旭靠了过来。终于享受到小李飞刀的待遇了，左拥右抱的感觉，真是让人流连忘返。这要是有一天太后也能被我揽入怀，我就给她看。虽然杨旭很是享受，但是也只敢浅尝辄止，毕竟下面那人生根要是被他们俩发现了，那可是要坏事儿。吃过饭后，杨旭就早早的上床睡觉，毕竟这个年头没有手机，也没有小姐姐跳热舞，得找机会让小琴和小倩学习一下 X 音的热门舞蹈了。不行了，困了。这家伙似乎也不太懂武功啊，难道是我判断错误？人呢？不对，这家伙为什么呼这么大？等等，我居然对一个太监好奇，我是在想什么？羞死人了！就在皇上柳如烟内心挣扎之时，丝毫没有看到身后出现了一个人影。这位兄台，这么晚了，来我这里干嘛？你是什么时候上来的？你把我瓦片踩碎的时候上来的。我说你能不能有点公德心？你哪个部门的？糟糕，刚才乱了方寸，轻功失效了。就算是赏月也不能上我的房顶，我每天工作可是很累的。不行，不能跟这家伙废话，走为上策。见黑衣人准备遁走，杨旭怎么可能让他溜走？皇宫里面出现刺客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立功建业的机会，可不能让他就这么溜了。休想逃！
杨旭先他一步动作，直接快2步冲上前，欲擒住这黑衣人，奈何自己功夫不够，刚走上前就脚下快看，有飞碟！你找死！此子虽然不会武功，但他已知晓我的秘密，并不能溜。就在柳如烟准备下到屋里斩杀杨旭之时，突然屋内传来小晴、小倩的声音：“老公，你怎么了？老公。”算你走运，正姑且留你一条狗命。屋顶怎么破这么大个洞？老公，你忘了昨晚你梦游上屋顶摔下来了。老公，你下次可不能这样让我们操心了。如果不行，小倩和小晴可以给您赔偿的。好呀，好呀，好呀！杨旭正幻想着今晚应该有谁来给自己陪床的时候，门外传来了赵公公的声音：“小旭子在吗？”来到门口，发现是皇上太极宫总管太监赵谷，3人顿时礼貌起来。赵公公今日您过来，有何贵干？近日皇上陛下体恤皇后劳苦，知晓杨公公研制一种叫香水的东西，皇上陛下想取之一二，请问杨公公可有制作好的？有的，有的。昨晚被一个大熊熊黑衣女偷袭，当时我用香水喷在她身上，难道那个人是皇上的人，亦或是皇上本人？我也没惹他。算了，不管了。这种时候装傻比精明更重要，走一步看一步吧，将计就计。皇上能欣赏奴才的手艺，自然是小婿子的荣幸。小倩、小晴，你们快去取来。赵公公，这瓶叫魅惑，这瓶叫豆蔻，这瓶叫阳刚，这2瓶您替我送给皇上，而这瓶阳刚孝敬给赵公公您。赵顾眼前一亮，顿时拿着那瓶叫阳刚的香水，喜欢的不得了。我也有，我可以拥有吗？嘿嘿嘿，以赵公公的位置，拥有一瓶香水这是应该的。而且小婿子早就仰慕赵公公您许久，作为太极宫总管太监，您还亲自过来取香水，实在是小婿子办事不力，该罚该罚。赵顾这时候笑得嘴都快合不拢了，这杨旭的一通彩虹屁拍的他是爽得不得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这2瓶香水我也替皇上带回去，你放心，我会在皇上面前替您多美言几句。对了，杨公公这头上的伤势……多谢赵公公体恤，昨晚梦游从楼顶摔下来了。那杨公公好生养伤，我就先行告退了。赵公公走后，小倩和小晴都一脸担心的看着杨旭。老公，您脑子不会是摔坏了吧？把这么贵重的3瓶香水都送出去了，这要是太后怪罪下来，您忍受得了？这时候小晴、小倩他们都开始脑补杨旭遭受鞭挞的画面了，简直就是惨不忍睹。放心，我已有妙计，你们先出去吧，我现在要研制新品了。现在杨旭已经研制出专属于太后的香水，而且口红才是他的本季新品，香水什么的很快就不是大家追捧的东西了。这就是你从小婿子那里取来的香水？回皇上，小婿子说，1瓶香水名唤魅惑，另1瓶香水名唤豆蔻，都是小婿子刚刚炼制出来的。他听闻皇上想要香水，非常的积极，还说以后皇上您要香水可以随时要。朕要什么香水？此物乃是送给皇后的，我不过是替她试试香罢了。你下去吧，有需要我会让侍卫来叫你。好的，好的，奴才告退。好味道，芳香中带着一股酸涩，酸涩之后又是一股甜甜的感觉，这味道我好像回到了我10几岁的年华。等等，这香水不是我要的味道。传唤小婿子到太极宫觐见。传小婿子太极宫觐见。奴才小婿子参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平身，小婿子，你做的香水朕很喜欢，承蒙皇上厚爱，小婿子日后一定给皇上您更多的香水。朕今早听闻你从屋顶摔下来了，可有大碍？你个老六，老子怎么摔下去的你会不知道？等我找机会戳穿你的身份，我看你还怎么跟我嚣张。回皇上，不碍事。小婿子昨晚梦游，自己也不知道如何上的屋顶，之后就感觉有一位高手使出从天而降的掌法，这感觉似幻似真。这样啊，那你看清那人长相了吗？小婿子眼中没看清，不过皇上您问这个干嘛？这都是小婿子的梦境啊。这个小婿子，你还有别的香水相信吗？你献上的2个香水虽然很不错，但朕觉得皇后不会太喜欢。看到柳如烟慌张结巴的表情，杨旭别提有多爽了。回皇上，如果陛下要最新型香水，可能得到太后的批准才行。不用最新的，说不定你有的也会有朕喜欢的呢。此时杨旭都快乐开花了，因为昨晚杨旭用的香水是持久留香的，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味道会越来越浓烈。而且皇上千金万体是绝对不可能被人看到自己洗衣服的，更何况还是夜行衣。这要是任哪个丫鬟、侍卫见了，那不都得惊呆了？原来昨晚上房顶那个老六就是皇上呀！
居然这么发达的胸肌都不告诉我，难怪这皇帝多年不生子，后宫这3000佳丽可算是白瞎了。不过这么说来，皇上也不是不可以攻略呢。回皇上，奴才这就回去取。就在杨旭起身之际，一股异香便从身边传来，随即便看到一个身穿蓝色丝绸的冰山美人从身边走过。杨旭又赶紧跪下，眼前这个女人长着一张天使般甜美的面孔，宛如从画里走出一样，而且这个女人穿的露仿佛是故意给皇上展现的，所以杨旭也就多看了那么5、6、7、8、9、10眼之后，终于低下了头。我靠，这女人是真玉啊！此时杨旭脑子里全是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，这要是露了馅儿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孟非，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小旭子，也是救了你弟弟的那个太监。弟弟，大皇子，那这李孟非岂不就是公主殿下？如若以后有麻烦，可以报本宫的名号。多谢公主殿下。靠腰，是我的理想型，太致命了。小旭子，平身吧。好的，陛下，奴才这就平身。孟非，此物乃小旭子所制香水，名为豆蔻，我觉得这名字很适合你。谢谢皇帝哥哥，这都是小旭子的功劳。谢谢杨公公。公主殿下若是喜欢，奴才以后新品都可以给您送样品。真的吗？那可太好了。其实近日后宫早就把这香水都传疯了，李孟非一直也想要，没想到在皇帝哥哥这里巧遇了杨旭，更是得到了皇帝哥哥的赏赐，实在是太开心了。不过这里毕竟是大殿之下，看到这一幕的皇上柳如烟顿时皱眉。孟非，成何体统？不好意思，我太激动了，杨公公。没事，皇上吉祥。不是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。没什么事的话，奴才先行告退，香水我会稍后送来。回吧。太险了，差点就露馅了。小旭子，公主殿下，你不必怕我刚才只是太激动了，不好意思，平常我不会这样的。公主殿下，没什么事的话，奴才先行告退了。奇怪，这个小太监怎么这么怕我，还不如皇帝哥哥呢？哎，皇帝哥哥呢？好险，差点就被李孟非这丫头给戳穿了，看来得赶紧给这丫头找门亲事嫁了。回到屋，杨旭因为不敢去见皇上，就让小倩带着昨晚喷在皇上身上的香水，连同其余2瓶香水都一起给太极宫送了过去。然而1刻钟之后，顾有容突然找上门来。小旭子，不好了，小倩被人抓走了。他们不是替我给皇上送香水吗？怎么会被抓了？听那些小太监说，是半路上被魏公公带走问话了，现在都还没回来。我想应该是冲着你来的。这绝户玩意儿，怎么就这么乐意招惹我呢？有容替我跟太后带的话，就说我小旭子去找皇后算账去了，顺便就说大皇子的事儿都是皇后造成的，我小旭子要跟他拼了。啊，你这么能栽赃陷害的吗？这不是栽赃，这叫鸡毛，管他真的假的。谣言就是一把利剑，敢把我2个香香老婆给掳走了，我要跟他拼命。老婆还没反应过来的顾有容，下一秒又被杨旭抱住。顾姐姐，小旭子进宫以后受你照顾最多，今天魏公公敢针对小倩，明天这瘸腿玩意儿就敢针对你，你们都是我最爱的人，我不会让你们受到丝毫伤害。我是小旭子最爱的人。为避免夜长梦多，这魏公公今天必须把他摆平了，上次就不该对这狗东西仁慈。最爱的人，顾姐姐，你一定要把我刚才说的话如实告诉太后，剩下的太后自然会定夺。在这偌大的皇城之内，有的只是勾心斗角，有的只是利益熏心，从来没有一段真感情能够融化顾有容冰冷的心。自从杨旭出现之后，仿佛这个后宫生活都有了乐趣，每天见到杨旭就是他最大的满足。我是小旭子最爱的人。2个女娃娃是不是渴了呀？呸！我们才不要你的怜悯，你就等着后悔吧。小旭子很快就会来救我们的。魏公公，我劝你赶紧把我们俩放了，皇上还等着我们送香水过去，耽误了事儿，您可是要掉脑袋的。掉脑袋？我倒要看看是谁掉脑袋。你们家主子把皇后娘娘的狗给阉了，那可是皇后娘娘的宝贝啊！我可是奉皇后娘娘之命教训他小旭子的狗奴才，只怪你们运气不好，你们可给我好好受着。魏公公，感动我的人，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？听到声音，小晴和小倩顿时眼泪就止不住哗哗的流了出来。老公，看到是杨旭，魏公公本能的哆嗦了一下，但是下一秒便挺起胸膛，叫嚣的说道：“我当是谁来了？原来是不可一世的杨公公啊！正好让你看看我是如何调教你这2个狗奴才的。”检测到宿主怒气值异常，系统自动激活强者更强 buff， 持续30秒。来得好不如来得巧，魏公公施我一脚。这点实力还不足以伤到我。魏公公，你就是咱后宫里最硬的男人啊！不过刚刚我也只是用了1层力，看样子魏公公挺抗揍啊！我这次可要用全力了哟！皇后驾到，2皇子驾到。
哈哈哈，你完蛋了，小旭子，你完蛋了，敢打我，皇后娘娘治你的罪。说话间，只见皇后娘娘正威严地站在门口，看到杨旭便怒目道：本宫驾到，小旭子你竟敢不跪，谁给你的胆子？我给的。参见太后。太后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我怎么知道？此时顾有容跟在太后身边，看到杨旭和被绑住的小晴小倩后，顿时冲他们比出了一个 OK 的手势，这是只有他们才明白的手势。皇后，这里是你的地盘吧？回母后，是。那我问你，我的人为什么被你绑在这里？因为……还没等皇后开口，太后便打断她的话语。有容，奴婢在，去给小晴、小倩松绑。太后不可啊！奴才方才见他们俩拿着给皇上送去的香水，意图藏私，奴才发现了，这才严刑逼供的。小晴、小倩，魏公公说的是真话吗？你们尽管说，只要是真话，哀家不会责罚；但若是有半句虚言，哀家定会将你们凌迟。回太后，魏公公说杨公公将皇后娘娘的狗阉了，也要把我们这2个杨公公的狗奴才教训一顿泄愤。皇后，你的狗比哀家的人都重要。母后请息怒，臣妾绝无此意。那恶犬平日里就在宫里横行霸道，想必就是这些狗奴才借着我的名讳在宫里拎着狗仗势欺人。臣妾今天一定重重责罚。此事已了，但本宫还听闻另一件事，你想听听吗？臣妾不知，还请母后指点。小旭子，有人说你知晓大皇子落水的隐情。终于到老子表演的时候了，跟我玩阴谋诡计，老子可是拳打键盘侠、脚踩喷子怪的高手。回太后，我确实对这件事有一些线索，而且这件事的始作俑者今天也在场，真相只有一个。呀，魏公公，你出好多汗啊！魏公公惊慌地看向皇后，刚准备开口，一直躲在皇后身旁的二皇子冲上前一脚踹到魏公公的肚子，后者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倒在地上哇哇一顿吐。原来我皇兄落水，居然是你这个狗奴才干的，看我不废了！就在二皇子准备2度下脚的时候，杨旭把后者推开。我并没有说魏公公就是始作俑者，二皇子，你怎么不让他说话呢？难不成魏公公要指认你？狗奴才，竟敢污蔑本宫！见吉休要放肆！我问你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眼前的少年是李氏王朝的二皇子李建吉，虽然他的年纪比大皇子长不少，但奈何他认养要晚于大皇子，所以这么些年一直是老二。这2年借着身体发育快，再加上是皇后举荐的人，所以进宫后很快便和皇后走到了一起。这2年还时常见其在夜深进出皇后的寝宫。后宫坊间传闻是研究猫咪空翻。你看到了，这就是咱们做奴才跟错主子的下场。坏事让你来做，好事让他们捞。说起来，我进宫能有如今的地位，还要多谢魏公公提拔。今天我不如就帮你一次，让你揭发你主子怎么样？一旁的魏公公就跟看怪物一样看着杨旭，这小子也太黑了吧！这哪是新进宫的太监，简直就是恶魔附体！奴才，不知道杨公公在说什么。小旭子，你说凶手就在这里，有证据吗？证据，小旭子自然是有的，不过还需要问在场各位3个问题。你问便是，谁敢不回答，那就斩立决。小的遵命。此言一出，不仅是在场的宫女、太监瑟瑟发抖，就连二皇子都快吓尿了。这若是哪句话说的不对，或者是露出破绽，那岂不是人头落地了？杨旭阴恻恻地笑着来到人群中央。我问大家，大皇子出事当天大家都在哪里？此话一出，大家都纷纷开口，有说自己在服侍主子，也有说出宫办事，而二皇子则说自己到皇后娘娘宫里抄写诗经，而皇后娘娘则说自己在陪着二皇子看书。轮到魏公公的时候，魏公公则说自己在遛狗。很好，第2个问题，给你们1刻钟的时间，找到你们自己证人证明你们的话。话音刚落，魏公公不乐意了。小旭子，你是诚心为难我啊！我这遛狗上哪里找人证去？魏公公，你遛狗专挑没人的地方吗？你角度挺刁钻啊！听到杨旭这么一说，太后也注意到了魏公公的表情变化，顿时一股怒火生出。混账，竟敢欺骗哀家！魏公公，你最好给哀家说清楚。此言一出，所有人又齐刷刷的普通下跪，留下魏公公一个人瑟瑟发抖。魏公公，你知道些什么？最好从实招来。大皇子落水究竟跟你有没有关系？魏公公一时间找不到主心骨，眼神就止不住的朝皇后的方向看去。然而下一秒，二皇子大脚就踏在魏公公脸上，登时3颗牙就飞出来，血溅一地，话都不会说了。狗奴才，本宫早就瞧着你不对劲，刚刚打你打轻了，请皇祖母责罚。建吉一时生气打了魏公公。这小子真的知道，大皇子这事儿如果败露了，那可是诛9族的事情，而且二皇子牵连其中，这可是关乎我们一族的大业，不能有任何差池，就只能委屈你魏公公了。请母后责罚，臣妾教导无方，让手下竟干出此等恶劣之事，实属惭愧，请把臣妾打入冷宫吧。看着这戏精上身的皇后娘娘，杨旭是一点话都不想多说。原本以为这场宫都会很精彩，结果这魏公公直接自爆，猪队友还差点伤到自己人。这二皇子跟皇后娘娘直接跳反，把魏公公给卖了。
真是演了一出好戏。而太后这边见事已至此，巡逻的大内侍卫见此情形，了解情况之后，直接就将魏公公押入天牢听候发落。小婿子参见太后。平身，小婿子，此次大皇子落水一事，终于找到元凶，你当立首功。你说吧，你想要哀家赏赐你什么？回太后，我只要您身体健康，天天开心就行，其他的都是身外之物。小婿子进宫后就是太后您的人了，太后就是小婿子的一切。杨旭这一通彩虹屁把太后吹得春心荡漾，大皇子的不快也一扫而光。小婿子，你的嘴可真甜，若是你还有男儿身，哀家都想给你说个好姑娘啦。小婿子生来贫寒，能够入宫做太监，那是8辈子修来的福分，怎么还会惦记这点情欲之事？不过什么？不过小婿子今天刚研制出来的新款，还需要太后娘娘您过目。说话间，只见杨旭从袖口里拿出一支口红，口红有1指长，酮体菱形斜状玻璃花纹，外观制作的非常漂亮。这是香水，好物配美人。太后，这叫做口红，我给它取名知己。太后听到名字，心中一颤，迫不及待地接过口红，打开盖子，只见口红中心位置一管红色口红散发着淡淡的幽香。太后，此物涂抹于嘴唇之上，这是胭脂。这下轮到太后震惊了。太后也不是没有见过化妆品，可每次杨旭献上的这些化妆品都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，而且做工极其精致。在杨旭的指导下，太后尝试着将口红均匀地涂抹在嘴唇上。太后来到镜子前，只见镜子里自己的嘴唇温润饱满，甚至色泽也比传统的胭脂淡了很多，更接近嘴唇的颜色，而且有一种微微的湿润，看得让人浮想联翩。知己，不愧是知己，小旭子，你真是送到我心坎里了。只是故人已不在，床榻前尽是空相思。杨旭知道这是太后又开始想男人了。杨旭四下看了看，此刻房间内只有他们俩，而门外守着的也只有顾姐姐一人。要死就死了，太后的好友度能不能提升，就在此一举了。就在这会儿，杨旭突然毫无预兆地将太后搂在怀里。小旭子，你干嘛？太后，请恕罪。小婿子知道这是大逆不道，但是小婿子不忍心看到太后在这如花似玉的年纪，还在怀念着过去。做人要往前看，开心一天是一天，不开心一天也是一天。做人呢，不要那么在乎别人的感受，应该要先满足自己。小婿子也觉得哀家不老。太后现在的年纪也不过是30多岁而已，再加上各种护肤保养，身材和状态和豆蔻年华的少女都无区别，而气质又有一种成熟女人散发出的韵味，实在是所有男人的大杀器。此情此景，太后突然被半个男人这么搂着，心里别提有多开心了。但是她又觉得这样的行为似乎又不太对，总觉得这种事情羞于启齿，所以一时间想离开杨旭的怀抱，但又害怕这次拒绝以后就没有下次了。小婿子，哀家也只是有些伤心，借你的肩膀靠一靠，睹物思人，你切莫有非分之想。不会，我小婿子深知自己的身份和地位，绝对不会多想。恭喜宿主成功将太后攻略提升到了知己级别。看到系统提示，杨旭开心的快起飞了。这么久时间，终于又能更进一步了。接下来只要达到下一个攻略等级，就可以拿到系统的奖励了。也不知道太后会是什么奖励。小婿子，太后没有为难你吧？没有，太后说困了，让你晚些时候进去叫醒她。那你脸上为什么这么多嘴子？我给太后用了我的新款化妆品，太后试验了一下。试验？太后在你的脸上试验？顾姐姐，你别误会，我只是一个太监，这些事情我已经置之身外了。我现在就是一个无情的工具。那我也可以把你当工具，你让我试试那个口红呗。这个新款叫口红，涂抹于嘴唇上，可以起到增加气色的效果，由内而外提升整体气质。亲吻的时候，可以在伴侣身上留下烈焰一般的印记。顾有容听得颇为心动，激动的手脚都无处安放地抓住杨旭。我可以拥有吗？杨旭这会儿便从袖口里拿出一支口红小样，这支小样明显比太后的那支口红要小很多，而且制作也相对粗糙一些，表皮甚至是用主管代替，只是仍然拥有旋钮的功能。顾姐姐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可是我最爱的人，我早就已经为你准备好一支小样了。为了避嫌，这个口红我特意做的比太后那支卖相要差一些，色号也更符合你一些。要知道小琴他们也没有。小婿子，那我可以叫你老公吗？可以，顾姐姐要是叫了，那你以后也是我的老婆了哦。恭喜宿主成功将顾有容攻略提升到了夫妻级别。恭喜宿主获得强健体魄，获得顶级奢华香水制作配方。原来不用出卖色相也可以达到夫妻级别啊，这配方来得好啊。不过强健体魄又有什么用？就在杨旭捉摸着这到底有什么作用的时候，只见顾有容涂抹好口红就朝杨旭的脸。老公，谢谢你。不用谢。杨旭被顾有容亲了一下，顿时就感觉整个人身体热血澎湃，感觉整个人充满了电一般，一个箭步就冲出了数米远，看得一旁的顾有容都傻眼了。老公，你居然会武功？杨旭这才发现自己竟然在一瞬间跑出了几10米远，而且这还只是小试牛刀的水准。顾姐姐亲我太激动了，这么快，如果认真起来，那岂不是可以达到瞬移的效果？强健体魄果然非同一般。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杨旭就感觉自己刚才那种热血澎湃的感觉又在逐渐消退。奇怪，
难道这强健体魄就只能维持这么一会儿时间？帅不过3秒啊！顾有容这会让还想要缠着杨旭，可杨旭得赶紧回屋整理他那顶级奢华香水了，这可是接下来用来突破太后的法宝。所以杨旭随便找了个借口就抽身离开了。和顾有容分别后，杨旭就一路往回走，半路上正好撞见皇上正巧过来长春宫。小婿子参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哼，狗奴才，闯下这么大的祸，还敢在朕面前晃悠！警告：你已成功将皇上攻略等级降级到陌生级别。我操！今天我明明做了好事，这关系等级为啥还下降？小婿子冤枉啊！小婿子不知道是何事惊扰了皇上。皇后一事，可是你从中作梗，竟然还挑唆太后与皇后对立，我可真是小看你了，小婿子。来人呐！是，把这小婿子给我绑起来。话音落下，杨旭就被两个女侍卫五花大绑起来。小婿子，你可知罪？皇上饶命啊！都说伴君如伴虎，更何况眼前的是母老虎。这年头皇上治罪都这么草率的吗？就在杨旭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，只听一个银铃般的声音传来：“皇帝哥哥，嗨，快给小婿子松绑！嗨，老实点，赶紧让我们松绑，不然饶不了你。”皇上是把我当非洲人长吗？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这是李梦飞欢快地走过来，看到一旁的杨旭之后笑道：“皇帝哥哥，我就跟你说过吧，这皇后不是个好人，还好小婿子英明神武。对了，还有那个二皇子，你可要注意，那家伙狼子野心，这次大皇子落水，说不定还有他参与呢。”我正在赏赐小婿子呢，你这就过来了。孟非妹妹，你给说说，应该如何赏赐小婿子呀？哎，小婿子，你居然在这里！我刚刚远处看还以为你是个球呢。可不就是被缠成球了吗？小婿子认为奴才不应该得到赏赐，给主子排忧解难是我们做奴才的天职，不应该为了这点小事就邀功欣赏。眼下皇上不杀他就不错了，若不是公主殿下出现，他死的会很有节奏。小婿子，你真厉害，很少有太监能做到你这样，不贪图名利的。他们很多人净身进宫就想着争名夺利，而你不一样，你乐于助人，是个好太监。谢谢公主殿下夸奖，但我不会因为你的夸奖我就骄傲的，我就是我，是不会改变我的原则的。皇帝哥哥，小婿子多乖啊，你一定要重用他。哎，对，孟非妹妹说的对，那个小婿子啊，我会在太后面前给你多美言几句的，给你提升长春宫总管。谢主隆恩。这皇上是有什么把柄在李梦飞身上吗？那既然这样，小婿子应该没什么事了吧？我想去他房里看看那些新奇的宝贝。去吧，朕还有要事，就不做停留了。说完，皇上带着侍卫就迅速地离开了长春宫。小婿子，皇帝哥哥不是故意为难你的，其实他早就知道皇后有问题，只是碍于没有十足的证据，他一直不好说谎。而你这次打草惊蛇，乱了他的计划，所以他才很生气。看来圣上也是一名忍者啊。那二皇子明显跟皇后有问题，这都能憋得住，实在是高人。对了，你这次杀了魏公公，又伤了他的爱犬，以后你可小心着点。就算皇帝哥哥不杀你，皇后也会找人惦记你的小命了。多谢公主殿下关心，我会多加注意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杨公公，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新品呀？我听说你香水都开始到处送人了，我也要，好不好？搞半天又开始打我的主意了。其实这次李梦飞帮了大忙，如果刚才没有他的帮助，杨旭也只能开席了。恭喜宿主成功将公主攻略等级提升到了香识级别，检测到公主对宿主极度渴望，若是达成目标，攻略等级将翻倍。按照常理来说，女人说要就是不要，说不要就是要。公主殿下，你知道的这些香水都是太后赏赐才可以，我之前送出的香水都是一些庸俗之物，而公主殿下精娇提贵，那些庸俗物是配不上您的。但是好的物件没有皇上太后允许，我是不敢随意送出的。李梦飞见直接要不能得逞，就抱着杨旭的胳膊一个劲往上蹭。我到现在还只有小样，你说我这公主身份配不上拥有正装吗？我也想要那种亮晶晶的琉璃瓶香水，品质差一些也没有关系。杨旭终于忍不住点头。既然公主殿下这么喜欢小婿子你的香水，那我也不能博人所好，请公主殿下随我来。呀，居然这么多香水！其实现在这些香水之所以杨旭敢堂而皇之的放在这屋里，完全是因为这些香水都是他在无聊的时候制造出来的。反正现在太后手里的是唯一就行，这些普通玩意儿一天我能造几十瓶。皇上柳如烟怎么也想不明白，昨晚喷他一脸的香水都是这种最普通的玩意儿，现在杨旭就要让这种香水整个皇宫都是。到那个时候，皇上也就不会再找我要香水了，还能遥远的送个人情，我真是太聪明了。希望攻略等级能够恢复一年年。小婿子，这个我可以拥有吗？公主殿下，这些都是最普通的香水，我准备明日全部送给宫里的宫女们。这些胭脂俗粉实在不符合您的身份啊，
那我没有吗？我也想要，我不挑，跟宫女一样也行。杨旭微微一笑，说着，杨旭从最下面一层拿出一股子黑色琉璃瓶香水，瞬间吸引了李梦飞的注意力。哇，好漂亮！公主殿下，这香水名为初恋，其味微香中调甘酸后调微苦又带甜，有一种初次邂逅得不到却又忘不掉的痛苦。这也太有意境了吧！说完，李梦飞迫不及待地喷了一下香水，瞬间如杨旭所说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。李梦飞闭目轻轻感受，闻得他整个人都沁人心脾。可半秒钟之后，他眼眶红润，进而突然将杨旭突然抱住。公主殿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皇帝哥哥，皇帝哥哥为什么不喜欢我？公主殿下别哭，你们俩是近亲，是不能有爱情的，你们也不会有结果。如果你一定要爱，你爱我也行，反正也没有结果。说完这话，李梦飞哭得更厉害了，手上还连掐带揪，疼得杨旭是龇牙咧嘴。李梦飞发泄了一会儿之后，抹掉眼泪，抬头看着奄奄一息的杨旭，尴尬一笑：“小旭子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的，只是你这香水勾起我太多的回忆，让我依依不舍的心情。”都说失恋中的女子是最容易骗的，这时候就算对象是一头猪，只要给她嘘寒问暖，她都能够深深的爱上对方。死就死了，搏一把，翻个呗。不等李梦飞恢复情绪，这次换杨旭搂住李梦飞。好巧不巧，这一幕被刚刚回屋的小倩撞见。杨旭这时候想装清纯吧，已经晚了；想装流氓吧，又不太合适。片刻之后，杨旭想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。公主殿下，正所谓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这是什么诗？哦，这是我刚刚有感而发即兴 freestyle。不是，我是说但愿人长久，下一句是千里共婵娟。话音落下，李梦飞紧紧抱住杨旭，两人肌肤之亲，杨旭甚至能够感受到李梦飞加速的心跳。小旭子，你太懂我了，只怪我们相见恨晚，这一世你没有男人的雄姿，你我主仆一场，下辈子我一定做你的娘子。恭喜宿主成功将公主攻略等级提升到夫妻级别，成功解锁慧眼识珠，成功解锁洗发水制作。我的个乖乖，这一首诗的威力也太强大了，直接到达奖励级别。此时李梦飞媚眼如丝地松开杨旭，身体和心灵都对杨旭有着深深的依恋。这一刻若是让皇上柳如烟撞见，估计都要对杨旭顶礼膜拜了。这些年来的女扮男装，最让他害怕的就是李梦飞这个妹妹了。若是露馅，这只怕是下不去这个杀手。小旭子，你风流倜傥，玉树临风，还博学多才，若是你的家世再好一些，恐怕也不至于流入宫中做太监了。杨旭这时候不敢再跟公主聊下去了，这公主殿下也太能聊了，而且一不注意就给他往男女之事带，实在是经受不住这种诱惑。虽然和公主殿下达到夫妻等级，可这事儿咱还吃不准，万一他知道我有凶器之后心情大变，学皇上降低等级的话，那我不就完犊子了？看着门口的小倩和小晴老婆都已经吃醋的咬牙切齿了，杨旭知道不能再耽搁了。那个公主殿下，你不如先回去，我这边还有一些科研没有搞完，而且我们现在这样，若是让别人撞见，我小旭子大不了人头落地，可公主殿下您毁掉的可是清誉啊！李梦飞又想说话，杨旭赶紧把公主殿下往外推。嚯，总算把这祖宗送走了。杨旭刚准备起身回屋，就看小倩面色凶狠地揪住杨旭。小旭子，你给本姑娘说说刚才是什么情况？我是被逼。杨公公，你可要好好说，不然我们手里的东西可饶不了你。两位老婆，我杨旭有你们已经知足了，怎么可能还会觊觎公主殿下呢？原本以为小旭子是小青一辈子可以托付的主子，想不到你一个太监也喜欢这种儿女之事。对，多亏我们俩姐妹还说陪着你一辈子清苦，谁知道你这个太监先出轨了。你别说话，我不想听，你这个负心汉。小晴攻略等级下降为相识，我这就要禀告太后，说你和公主私通。小倩攻略等级下降为相识。喂，我跟公主不过是安慰抱了她一下，没这么大的罪过吧？小倩，你听到了吧？震惊！杨公公趁公主殿下情伤，竟然用身体安慰公主殿下。既然如此，就别怪我无情了。你们两个没大没小的家伙，不给你们点教训，是不知道我的厉害了。神之一手。小晴攻略登记提升为心腹，小倩攻略登记提升为心腹。就算是这样，我们也不会原谅你的。哼，小旭子，你功夫再厉害，我们也要告诉太后。还好我有强健体魄，昨晚操劳都毫不费力，甚至还将强健体魄升级到了中级，如今身体比之前更厉害了，甚至多年未见的腹肌都浮现出来了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杨旭白天就一直躲在自己的小作坊里面疯狂的炼制香水、口红、洗发水，不到1个月就把自己的强健体魄修炼到了超神级别。现在的杨旭已经不是当初那个任人宰割的小旭子了，他能轻松举起。他还习得了绝世武功。
有鬼啊！讨厌，被看光了。赵公公，最近那小旭子可有动静？回皇上，最近这杨公公潜心研发，足不出户，平日里就连太后也很少见他。寻常时间也就小晴、小倩两位丫鬟把新品送给到太后。但是朕听一些宫女说，前些日子他把香水全部送给宫里的太监和宫女了。是的，杨公公宅心仁厚，就算是升职总管，也不忘了下面的兄弟姐妹。赵公公，你是不是也收了小旭子的好处，这么护着他？奴才不敢，奴才只是如实跟您上报消息。如今杨公公已经闭关快1个多月了，想必也快要出关了吧？对了，最近这段时间皇宫内总有怪物嚎叫的声音，御林军有调查此事吗？回皇上，御林军和六扇门的人正在调查此事，只是暂时没有消息。但奴才听闻这声响震彻之时，一些污秽邪祟都会被这股气息震荡出来，最后神魂聚散。想必这是一只镇邪兽，若能为皇上所用，那这必是我朝幸事啊！此言不假，朕也是此意。恭喜宿主成功将皇上攻略等级提升到了心腹级别。太后到。听到声音，杨旭领着小晴、小倩赶紧出门迎接。参见太后，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。平身。太后静安，怎么能委屈您到小旭子这里？太后您一句话，小旭子第一时间就到您那里报道。你们都下去吧，我有话跟小旭子说。我都好久没见到你们了，想死我了。顾姐姐，今晚你就住我们这里吧，我们俩都有好多话想跟你聊。就是，我晚上炒2个菜，喝点小酒。小旭子，你这段时间不来找哀家，是对哀家罚了是吧？小旭子不敢，实在是最近这段时间苦心研发新品，多少有些耽搁。你那些口红、香水，哀家不稀罕。最近夜里皇城内外听说有仙兽出没，最近几日哀家心绪不宁，你可否？可否什么？你可否夜里来陪陪我？太后，这恐怕不太合适吧？你敢忤逆？奴才不敢。不错，那本宫就等着你今晚就来长春宫侍寝。待到太后走后，杨旭愁眉不展，就连晚上吃饭顾有容在，杨旭都笑不出来。小旭子，怎么了？太后让我去侍寝。你们俩干嘛？这个事情有啥大惊小怪的？小旭子是公公，这事情很正常。没事。其实杨旭倒不是担心事情，就怕上次之后，这太后又开始怀恋先皇了。这要是露馅儿，那可就麻烦了。万一太后发现了我的人参根，若要治罪，那我也只能跑位上策了。时间快要到了宵禁时间，顾有容今晚和小晴、小倩他们喝了个酩酊大醉，三人直接倒在了杨旭的床上就睡着了。顾姐姐，如果有一天能够坦白的话，我希望娶你做我的老婆。只是这一趟去长春宫凶险，若是逃难，定不能连累你们。告别完，杨旭毅然决然地站起身子，将旁边一瓶金灿灿的洗发水拿在手中。这是杨旭这段时间研制出来的洗发水，而且被他迭代到了最高级版本，纯天然草本精华，没有任何化学成分添加。用过之后，不仅滋养头皮，还拥有养发功能。之所以洗发水一直没有问世，就是因为一开始的洗发水脱发掉发化学成分一大堆，不仅没有养发功能，而且比普通洗发水严重10倍，用完就狂掉的那种。如果遇到不好运的，用1个月甚至能够把自己干成秃头。这放在这个朝代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简直就是灭顶之灾。杨旭打着灯笼一路来到太后寝宫，女侍卫看到是杨旭之后都没有说话，而是直接将其带了进去，随后便关上了门。杨旭站在门口，看着眼前凭空多出来一个屏障，而屏障后面是一桶热气腾腾的热水。不用多说，此刻太后就在这屏障后面沐浴。小旭子参见太后。免礼，小旭子过来替本宫捏捏肩，解解乏。小旭子今天给您带来了新品，此物为洗发水，使用后持久保留发香，并且还有养发、去油、去屑、安神的功效，能够帮助太后睡眠安稳，心旷神怡。听到杨旭的介绍，太后眼前一亮，真有这么神奇？是的，此物名为美梦，能够让太后一切美梦成真。好，小旭子就由你替本宫洗头吧。说着，杨旭就一点点的替太后解开盘系在头上的发簪、发饰，很快那些隐藏在黑发下面的银发就显露了出来。杨旭看得一惊，小旭子是不是嫌弃本宫老了？这头发哀家寻访遍地秘方，始终不得治，不知小旭子你这洗发水有没有奇效？其实太后这头发的问题，很大可能是丝绸过度导致的，需要通过调理身体内部的问题才能够解决。我现在药箱里好像没有这样的应物，真是可惜，不然应该可以一发入魂了。杨旭挤出洗发水，顿时一股淡淡的植物药香随着泡沫被揉搓出来，就慢慢的散发出来，再跟随着蒸腾的水蒸气，让太后整个人都无比松弛，顿时就有了一阵阵倦意袭来。小旭子，你这洗发水究竟是何神物，竟令本宫如此轻松？太后您安心睡，这洗发水是小旭子特意为您定制的，等到小旭子给您冲洗完毕，小旭子再给您扶到床榻上，给您捏捏肩，一定能够让您美美的睡一觉。
小旭子，你这么会体贴女人，有时候我都替你可惜。你说你模样不差。承蒙太后您看得起，奴才始终是奴才。小婿子要替主子排忧解难。说完这话，太后没再回应。再一看，太后已然睡着。杨旭没有耽搁，给太后将头发冲洗之后，杨旭就叫来2个侍女，待到穿好衣物之后，杨旭这才进去给太后按摩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见太后熟睡，杨旭就又替太后擦头发。等到所有工序完成，杨旭才蹑手蹑脚的离开寝宫，跟几个女侍卫打了声招呼，几个侍女又跟着进去，杨旭这才得空小跑回屋。只是杨旭不知道的是，就在杨旭离开寝宫不久，太后就睁开了朦胧眼，眼神里尽是哀怨。太后果然还是韵味十足，刚才差点就犯错误了。关键时刻理智占据了上风，不然将醉下来，那他可能就要千刀万剐了。那会儿看一根腿毛都得砍脑袋，现在我想看哪里看哪里。太后还跟我谈笑风生，这难道就是身为太监大红人的优待？要是有一天能够瞧瞧皇上的庐山真面目，我这一趟穿越也是不虚此行啊！杨旭美滋滋的想着准备上床睡觉，就看顾有容衣衫不整的半吊在自己床上，而里面还睡着横七竖八的小倩和小晴，看他们满脸红晕，也不知道今晚喝了多少酒。算了，我还是去伺候吧。可杨旭刚睡下不久，就听屋外叮叮咚咚的敲个不停，随后就是人头攒动、密密麻麻的脚步声。杨旭来不及整理衣服，赶紧跑出屋外，抓住一个小太监就问道：“慌慌张张的干嘛？发生什么事了？”杨公公，听说是刘贵妃上吊了。啊！杨公公，我先不跟您说了，刘贵妃那边现在需要人手，6扇门的也去了，说是这事儿有蹊跷。说完，那小太监就慌慌张张的跑远了。再回身走回屋里的时候，顾有容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力，已经从床上歪歪扭扭的站起来了。顾姐姐，你还醉着，要不就先睡下吧。不，这个是查验令，一般是宫中发生命案才会响起的声音。所有太监和宫女都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在大殿外等候皇上核查，谁要是不去，那就是人头落地。还有这规矩？你不知道也很正常，能够像你这样这么短时间坐上长春宫太监总管的，你是第一人。说完，顾有容又歪歪扭扭的想要去叫醒小晴、小倩，可走到半路，整个身子就往前摔倒过去。杨旭见状，赶紧上前搀扶，可好巧不巧，双手就搂在了不该搂的位置。当时顾有容就羞得花容失色。小旭子，你干嘛？原本还醉醺醺的顾有容瞬间酒醒了。顾姐姐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扶着你，谁知道你倒下的这么快。不，我是说你那里是什么？杨旭低头一看，顿时整个人石化。顾姐姐，你别误会，这其实是我的防身武器，毕竟宫中凶险，杀机四伏，有时候就需要常备。我现在没工夫管你这是什么东西，赶紧把小晴、小倩叫醒。算了，不就是人到场就行了，我来吧。见顾有容叫不醒两女，杨旭干脆就肩膀上扛着他们俩，直接就往大殿方向跑去。凶手抓到了吗？回皇上，6扇门在刘贵妃的寝宫发现了一封遗书和一瓶鹤顶红。你是说在上吊前，刘贵妃已经服毒了？刘贵妃啊，刘贵妃，先前你说你想念家中父母，想回乡探亲，朕已经准你2年的探亲，你为何要如此决绝？说话间，柳如烟就拆开信件，然而信件内的内容顿时让这个女扮男装的皇帝瞬间崩溃。此时柳如烟看到这一消息，整个人都往后退了2步。皇上，请您保重龙体。奴婢和太监们都到了吗？在大殿外已经恭候多时。传令下去，所有人都可以离开。罪臣小婿子给我拿下。小晴、小倩从迷糊中醒过来，看到自己竟然在大殿外。宫里出大事了，刘贵妃死了。怎么会？太后和刘贵妃关系一向要好，平日里走得也近。前些天我还给刘贵妃送去了香水，那个时候都没有问题，怎么会突然自寻短见？都别说了，我看这件事没有这么简单，你们少说2句。就在所有人等待的时候，太监赵顾带着数十个女侍卫走了出来，把杨公公给我拿下。话音落下，一群女侍卫来到杨旭跟前，直接将杨旭迅速捆了起来。哎，我啥也没干啊，为什么抓我？杨公公，你处心积虑密谋夺权，朕已经注意你很久了，给我打入天牢，听候发落。啊，皇上，你都不听我狡辩一下吗？我今晚一直都在太极宫。我抓你不是因为刘贵妃的死，而是因为你错杀魏公公，还让朕误将皇后打入冷宫。听候发落吧。恭喜宿主成功将皇上攻略等级提升到了恋人级别。怎么回事？我不是被皇上抓了吗？为什么皇上的攻略等级还提升啊？这皇上是有施虐倾向吗？我要你办的事儿都办明白了吗？皇后请放心，刘贵妃现在已经在去黄泉的路上了。这小婿子已经被皇上发落，皇后娘娘您很快就会沉冤得雪，请出冷宫。待到您诞下子嗣，那皇上也就是我们掌中玩物了。很好，不过你可有确认消息？那柳如烟真的是女儿身？回皇后娘娘，千真万确。自如燕大帝上位之后，宫中侍卫全部换成女流，所有太监一律不得进入皇上寝宫，就连后宫侍寝也不曾有。反倒是一个劲的抱养子嗣，试问哪朝皇帝愿意将基业拱手让人？
不错，这些年我与他从未有过肌肤之亲，而如烟大帝却想要将我置之死地，就别怪本宫无情了。二皇子已在宫外等候多时，皇后娘娘你让他进来，本宫已经多日没有享受男人的快乐了，这一次我要让自己做一个真正的女人。皇后娘娘，儿臣来了。哎，狗系统，我现在处境怎么样？感受不到宿主有生命危险，以宿主当前的实力，皇城之内无人能敌。这样啊，那真是太可惜了。现在的杨旭没有半点惊慌，甚至想笑。以他现在的实力，想要离开这天牢实在是太简单了。但是他很想知道这个皇上柳如烟葫芦里究竟要卖什么药。这里环境还不错，也还算干燥，只可惜没宵夜，差评。吵什么吵？其他人不睡觉了吗？你再闹，当心老子把你再淹一次！狱卒一声呵斥，直接把监狱里其他人全给吵醒了。毕干人等全部都望向杨旭这边。我靠，这上来就给我下马威，真是厉害！新来的，你很嚣张是不是？这人不是太后身边的红人吗？搞研发的杨公公怎么来这里了？应该是用死人了呗，以为认识一个太后就了不起了，进来这里谁也救不了你，不是关到死就是上刑场。吵什么吵？赶紧睡，明天我还得上刑场呢。众人听到新武说话，赶紧稀稀疏疏的躺下睡觉了。这位兄弟，你都要上刑场了，还睡得着？哼，那又怎么了？天当铺盖，地当床，18年后我又是少二郎。杨旭顿时来了兴趣。按理说这样的热血男儿应该是正义之士，怎么会来这里？兄弟，急急！这么多空地，你跑我这里来干嘛？我是把皇后打入冷宫，结果现在案情反转，说是刘贵妃把大皇子推进水里，所以现在把我关天牢来了。人才呀！皇后你都敢碰，皇上不拦着你？我让太后给我撑腰办的这事儿。你比我牛逼？那你干嘛了？为什么进来？我是皇城县令，是魏新武，我是把皇城县令杀了。为啥？那狗官办错案，办冤案，害死不少黎民百姓，你说我该不该杀他？不是，我怎么感觉你在内涵我？你不一样，那皇后本就不是什么好人，她与二皇子有连襟的关系，而且二皇子年纪比大皇子还大，太子之位自然想要争取，你不过是权力斗争里的一步错棋而已，现在得把你除了。这么说我也难逃一死。我也就是人头落地，你不一样，你临死前恐怕还要遭遇不少酷刑，你要是实在受不了，就一头撞死在监狱吧。你还真是个好人哩。第二天，狱卒送来了新武的断头饭，这熏鸡、大肘子还有一壶好酒，看得杨旭直吞口水。来，兄弟陪我喝一杯，临死前能认识你这兄弟，也算不枉此生。可我是个太监，你真要跟我做兄弟？你这帐篷都快戳破天了，比我都还好使，你敢说你是太监？这牢房这么黑，你都发现了，你眼神可真好啊！你这人可真有意思，居然会出现在皇城。兄弟，我先走一步，我在黄泉路上等你，到时候我们一起投胎，下辈子做好兄弟。那这辈子也不是不行，看在你请我吃鸡腿的份上，我就帮你一把。习武，你伤害皇城县令，你可知罪？要杀要剐随你便，老子一人做事一人当，狗官我见一个杀一个。大胆，斩立决，行刑！话音落下，刽子手挥舞大刀举过头顶，就在即将接触到新武脖子的瞬间，突然一声如雷贯耳的咆哮声，霎时刑场的人全部齐刷刷晕倒。与此同时，这刑场内无数鬼魂也显现出来，但下一秒一些灰飞烟灭，一些鬼魂则是疯疯如天。唯独这练家子的新武，此时还能勉强有一些意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好强的魅力，连神魔都被他震散了。新大哥，还愣着干嘛？我在皇城内有一处房产，你可以去暂时藏身。是杨旭兄弟。这监狱中的日子好无聊啊！杨公公，您看您攒了这么多，能不能给我们分点吃吃？吃什么？我已经2天没有分到牢饭吃了。嘿，你这墙皮上不是亮着这么多荤腥，给我们解解馋呗。这个，对，给我们尝尝吧，我们都馋好多天了。你们吃吧，我不要。杨公公大善人呐！小婿子，你挺会拉拢人心的嘛。这么说，你要来一口？在这监牢外面，我叫你一声杨公公，到了这里面，你不就是个残废的阉人吗？老子开心给你个馒头吃，不开心饿你个7天8顿的，你也得守着。就凭你这软脚下，哼，老子还今天要跟你练练了。就在所有人以为杨旭要遭受一场皮肉之苦的时候，就听门外传来太监的声音：“太后娘娘到。”听到太后娘娘到了，所有人赶紧第一时间跪在地上。太后瞪了一眼地上拿着皮鞭的狱卒，抬头看了一眼身后的女侍卫。敢对我长春宫的人不敬，来人呐，把这狱卒拉出去，杖罚20。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，冤枉啊，冤枉啊！伴随着一声声惨叫之后，原本还在一旁喝酒的几个狱卒，这时候也不敢出声了。愣着干嘛？我要杨公公出来，你们还敢忤逆了不成？若是有事，让皇上来长春宫见我。太后娘娘，我们可不敢做主啊，若是出了事情，小的们都得人头落地了。
对啊对啊，杨公公这些天我们都好吃好喝的给他伺候着的。您看前些天还准备了鸡腿、大肘子呢。听到这话，太后转头看向杨旭。小旭子，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对，那天新武护卫的断头饭给我吃了2口。什么？太后饶命！杖罚30。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，冤枉啊，冤枉啊！令所有人吃惊的是，太后这么些年一直在宫中不闻不问，居然在这个关头来天牢里保人，这是要跟皇上对着干。这杨公公果然有点东西。嘘，别说话，等杨公公出去后，最肥的那只蟑螂是我的。随后几名狱卒在被太后的棍棒下说服之后，终于极不情愿地打开了天牢大门，将杨旭放了出来。在杨旭看来，其实太后就算不来，他有办法活命，只是这辈子他也就无法留在宫中了，他那几个老婆也就没办法带走。太后，别说话，速速跟我回宫。就在太后带走杨旭之后不久，皇后便带着一帮大内女侍卫过来，参见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万福金安。罪臣杨旭呢？回皇后娘娘，就在刚才，杨公公已经让太后带回去，听候发落了。带走。我看你们是活腻了，没有皇上亲手的手谕，竟敢将天牢重犯放走。来人呐，给我拿下！冤枉啊，二皇子殿下！给我杖罚100！皇后娘娘，二皇子殿下，冤枉啊，冤枉啊！如果没算错的话，这杨旭恐怕已经被太后送出宫了吧？不，游戏才刚刚开始，我们走。在一路的掩护下，杨旭很快就来到了长春宫。等所有人都离开后，杨旭就跟在太后身边。杨旭正说着，就看皇上柳如烟竟然从后面走了出来。小旭子，这几天委屈你了。此时柳如烟的嗓音一出，杨旭着实惊了一跳。皇上你，原来皇上本人的声音这么好听啊！小旭子，你是不是觉得朕的嗓音与平日里有所不同啊？我现在可以直白告诉你，我就是女儿身。小旭子方才耳朵失聪，什么也没有听到。小旭子，别害怕，我们不会伤害你的。此次让你入牢，我也与皇上争论过一番，但最终皇上的想法说服了我。原来自从杨旭入狱之后，当晚太后就要求皇上柳如烟放人，但是皇上却说出了要让皇后彻底露出真面目的想法。接下来杨旭得知，原来皇后与二皇子早就已经搞到了一起，而且这一次想要用自己的亲生子嗣来逼宫皇上立太子。而这么多年，皇上的女儿身也就只有太后和先皇知道。如果让皇后得逞，那么王朝也就此沦为权力的争斗场。小旭子，现在你就是那一只耳。如果我没有估算错，这个时候皇后已经去天牢拿着我的手谕，要让你上刑场了。皇上，你给皇后手谕让我上刑场，这要是太后不来救我，我岂不是死翘翘了？你放心，太后不会让你死的。皇上还请您稍作回避，皇后恐怕一会儿就到。太后娘娘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皇上的手谕您都敢违抗，你真当皇上不敢杀你吗？呀，皇后娘娘，您从冷宫里出来了，是托谁的福啊？刘贵妃。大皇子分明是遭刘贵妃的毒手，你诬陷本宫，罪该当诛。皇上念及你的科研之心，才只让你一人人头落地，否则诛我9族。皇后娘娘，你长得美艳动人，你说你这心肠咋就如蛇蝎一般？来人，给我将杨公公拿下！说话间，数人冲上前，我看谁敢！一声暴喝，上前的几个侍卫瞬间瘫倒在地，再无生气。这宫中近日出现的祥瑞，竟然是出自小旭子之手。此时杨旭看着瘫软在地的皇后和二皇子等人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可是皇后，他可是二皇子，你敢动我吗？大家都是贱命一条，你比我多高贵，一刀一个口子都得流血，老子凭什么听你的？皇后此刻见杨旭丝毫没有畏惧的意思，急忙向远处椅子上的太后求救。母后，臣妾知错了，臣妾知道小旭子是您的红人，臣妾知错了。皇后，你可厉害得很呐，推门进来就找哀家教人。臣妾知错，臣妾错了。太后奶奶，我可是皇上钦点的二皇子，我可什么都没有做错，一切都是皇后让我跟着来撑腰我才来的。你们有没有做错事情，很快就知道了。小旭子有没有错怪你们，很快刘贵妃也会告诉我们的。当提到刘贵妃的时候，两人都不约而同地震惊了一下，但随后便落入镇定。刘贵妃已经死了，根本不可能起死回生，现在死无对证，谁也不能奈我何。来，杨公公听说你精通阴阳之术，你可否招出刘贵妃的魂魄当面对质啊？我会。对，我会，我的会啊。这时候杨旭只能配合太后表演，不然这就给露馅了。杨旭摆开架势，就学着电影里的那些做法桥段就开始跳了起来。随着杨旭一声振臂高呼，这大白天的，难不成还能见鬼了？太后娘娘，臣妾死得好冤啊！伴随着应景的几声闪电之后，突然瓢泼大雨骤起，赫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门口。眼前这个女人虽然妆容恐怖，但是凭借胸前的特色，杨旭还是一眼认出这个扮刘贵妃的女人正是顾有容。顾姐姐，是皇后他们威逼利诱，告诉我若是不从，就要将我父母马门抄斩。
臣妾不敢不从，这才冤枉了杨公公。难道真的是刘贵妃还魂？不可能，她不可能还魂，一定是有人装神弄鬼。皇后猛地一回头，就看见一个五官扭曲、死状恐怖的女人正穿着一袭华贵的服装出现在几人面前。皇后原本还想证实，可一眼看到顾有容装扮的脸庞，整个人都崩溃了，直接尖叫一声，瘫软在地，闭着眼根本不敢抬头看。不要过来，不是我害的你，不要过来。是吗？那要不你瞧瞧我身上的伤？不是我，都是二皇子逼我的，都是他指使我做的。此言一出，顾有容迅速扭头看向一旁的二皇子，扭着头就朝二皇子飞奔而去。我命都不要了，我害怕你，要不下来陪我吧？不要啊！我错了，别杀我，这都是皇后娘娘的主意啊，我哪有这个胆啊！看到这二人逐渐破防崩溃，太后赶紧给杨旭使眼色。刘贵妃杀人这种事情就不劳您亲自动手了，不如就让奴才来帮你吧。准了，你就替刘贵妃好好审审这两人，若是不从实招来，酷刑伺候。听到酷刑二字，两人都惊得又是流出尿来，整个人已经站立不稳了。要知道这些酷刑不是生死那么简单的事情，那是要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啊！你们不能动我，你们不能动我。哦，你说说，哀家为何不敢？我已经怀了皇上的子嗣，我的腹中是真正的龙种，皇上已经宠幸我了。既然皇后不能动，那就只能挑你这个倒霉蛋了。不要啊！不等二皇子开口，杨旭一巴掌就扇在二皇子的脸上，当时就痛得二皇子咳出4、5颗牙。我的牙！哎呀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原来二皇子你有话要说啊，不如您仔细说说。二皇子看着杨旭，又看向皇后，欲言又止。杨旭当机立断，高高举起自己的手掌。我说别打了。嗨，二皇子还跟奴才客气啥？我就活动身子骨，这样也方便待会儿收拾你。二皇子刚才说这事儿跟皇后娘娘有关系，你给奴才说说，到底有什么关系？二皇子此时看杨旭就跟看阎王一样，感觉眼前这个男人可能分分钟就能够将他撕成碎片。杨公公您大人有大量，以前小的多有得罪，实不相瞒，刘贵妃的死与皇后娘娘一点关系也没有。我敬你是条汉子，既然如此，还是让刘贵妃来吧。我死得好惨啊！不要啊，是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说要复仇太后，而刘贵妃跟太后要好，便将推大皇子入水的事嫁祸给她，一来折损太后的锐气，二来一箭双雕，也能沉冤的血走出冷宫。刘贵妃会这么容易同意？当然不会同意，所以我就拿她的父母性命做要挟。只是什么？这一切皇后娘娘并不知情。不知情，鬼才信。不过这件事由谁来招认已经不重要了，杨旭要的就是有人来认领这个凶杀案就行。至于谁去逼迫刘贵妃的已经不重要了。很好，这件事说清楚了。那我问你，皇后娘娘腹中的胎儿，你给解释解释呗。大胆，我这是龙种，岂可是你能污蔑的？皇后见杨旭话锋一转，又瞄准自己，顿时有些慌。皇后娘娘您别激动，奴才。皇后娘娘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把朕当绿头苍蝇！还没等杨旭说完话，皇上柳如烟已经忍不住走了出来。皇上你的声音，请父皇恕罪。皇后，朕乃一介女流，又何时与你同床共枕，诞下龙种？皇后此时整个人大懵逼，她没想到皇上竟然直接自曝身份，此时她最得意的王牌竟然直接失效。叶贵卿，你乃将门之后，却里外私通，意图谋反，扰乱朝纲，该当何罪？哼，你乃当世皇上，九五之尊，竟然到头来是一个女人，你说你何以服天下，何以服文武百官？不等柳如烟开口，杨旭直接接过话头。皇后娘娘，谁规定了皇上只能是男人？谁规定了九五之尊不能是女人？叶贵卿，你放心，明天朕就会在朝堂之上公布真实身份。而当初之所以能够上位，也是先帝的旨意。先皇说过，继任3年内必会出现天神下凡。如今那个人已经出现，宫中妃嫔可自行定夺去留。这也是近年来朕一直广寻子嗣的原因。皇后，这是刘贵妃留下的遗书，她活着不能把你怎么样，但是她死了，敢把所有的真相都说出来，你数罪并罚，当诛九族。你们2个害人精，统统不得好死！不，臣妾知错了。父皇，儿臣知错了。来人，把这2人押下去，大刑伺候。皇上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爱卿是否不认识朕了？天哪，皇上，您这副打扮，老朽惶恐。难道这些年传闻皇上有龙阳之癖是真的？哎呦，太脏了！难怪这些年不生养，我抄完了。众爱卿别多想，如烟本就是女儿身，而今天以女装示人，是想让大家定夺。如果大家认为如烟有罪，那么我现在就可以落入天牢。臣等认为，皇上您在位这些年，功在社稷，百姓安居乐业，您没有罪。皇上无罪。很好，那么现在我要宣布第2件事，这是先皇当初任命如烟为太子的诏书，以及诏书内的内容。
这里面提及如烟在位3年内会天降祥瑞。最近宫内虎啸龙吟的声音，想必大家也听到了。遵从先帝旨意，朕将皇位传与先人。此言一出，所有人更是议论纷纷。仙人？谁是仙人？皇上莫不是遭遇电诈了吧？免北当法。这世界难不成真的有神仙？那为什么不来解救我？我每天上早朝可累了，我建议把早朝时间调整到上午9点，中午12点就可以打卡下班，顺便在御膳房吃一顿再回去。对，所言甚是。看这个所有人议论纷纷，皇上柳如烟便示意一旁的赵公公传长春宫太监总管杨公公。在所有人的注视下，杨旭这才略带紧张的来到朝堂之下。这还是他第一次在早朝上以太监的身份面对文武百官。都说宦官不得参政，这些人的眼神也太瞧不起人了吧？不过皇上今天叫我来干嘛？我不是太监的事情应该没有败露吧？参见皇上。免礼，杨公公，我已经去进士房查过了，根本没有你的净身记录，并且我已经查到你的丫鬟小倩已经怀有身孕。不是吧？挑这个点拿我记到。不过小倩有身孕，这是我咋不知道？我当爹了。奴才该死！不过朕念你救驾有功，并且潜心研发，并未出任何失格之事，朕就饶过你这次。谢主隆恩。不过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依照先皇遗诏，身为先人，我朝皇位将继位于你，还请你委屈下任。请皇上三思。对，请皇上三思啊！我能力不够啊。明白先人的烦扰，如烟将会作为您的皇后，辅佐于你，你可同意？看着柳如烟曼妙的身姿以及那羞涩的容颜，杨旭猛掐自己大腿，发现自己是真的疼，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。如果我说不想，大臣们肯定会觉得我在装，但是如果我说我想，也确实是刚刚想的。众爱卿先冷静冷静，你们有所不知，近日皇城内每日虎啸龙吟之声，震彻阴邪之气的那个仙人就是杨旭。就这就想要当上皇位，嗓门大我也可以。就是杨公公，你有这特异功能，咋不早说，让我们也学学啊？杨公公，你且试试，让我们开开眼。嗓门大有什么意思啊？不如去我平常锻炼的地方看看吧。这杨公公是想让我们看什么？这深山野林的，不会是跑路了吧？哎，皇上毕竟还是女儿身，情窦初开被渣男所骗也实属正常。就在所有人都信以为真，认为杨旭就是渣男大骗子的时候，只见不远处2座大山突然震动起来，随后就开始被杨旭堂而皇之的举了起来。哎，又来了，也不知道是哪路神仙，老折腾2座山干嘛？这位老乡最近经常这样。那可不，有时候还鬼哭狼嚎呢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最近空气倒是好了不少。所以诸位还有意见？我曾经听说有一位故人力能刚鼎，而杨旭仙人居然能够扛山，果然乃真仙人。先皇英明，先皇英明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这也太离谱了，早朝居然5、6点就得起床。老公，这不是您说的早朝的时候叫你吗？这闹钟闹了3次才叫醒你。对了，老公，早朝过后我跟皇后姐姐想要去御花园烧烤，你上次说做的烧烤料做好了吗？如烟，原来以前你这么累啊。这有啥？早朝之后还要批阅奏章呢，如果遇到大臣要事，还得商议，那可就说不准了。对了，到了下午还要面见后宫妃嫔们，晚上还要翻牌子宠幸姐妹们呢。那我还有活口吗？无碍事，臣妾可以帮您。今宵一刻值千金，时间怎么可以浪费在这些事情上？从今天开始废除帝制，废除中央集权，所有文武百官学习马练、毛选。江山代有才人出，自己人何苦为难自己人？从今往后早朝9点，12点下班，中午到御膳房用膳。谢主隆恩。天哪，父皇，你到底找了哪路神仙啊？